楚风微微一笑，探手一抓，又将一把沙子抓入手中，旋即将这把沙子塞入了凌霄的手中。你看看，其实这沙子之中就蕴藏着完整的线索。楚风道：沙子。凌霄猛然醒悟，不仅楚风第一时间就抓了这沙子观察，后面小鱼儿也抓了一把沙子观察，只是他也有些无法理解，这样随意抓的一把沙子，竟能蕴藏关于这片沙漠如此完整的线索。见凌霄如此难以理解，楚风便继续说道：从大局观察，以地貌来寻找线索，是常规观察方式，但有时候非常规方式反而更有效果。你不是也发现这里的美丽沙子都蕴藏阵法了吗？既然蕴藏阵法，自然也就蕴藏线索。楚风说道：你的观察力没问题，我若按照你的观察方式，也只能看到你所看到的，所以你是方式出了问题。楚风说道。而此刻凌霄已经沉默，认真观察手中的沙子。其实他是有些被刺激到了，简单的方式却打破了他多年以来的认知，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他觉得不可能。可他越是观察越是难受，因为这个方法竟真的有效。尽管他不能像楚风那样快速看出线索，但只要给他一定时间，他也能够找出全部线索。但这恰恰证明楚风的方式是对的，是捷径，打破他认知的捷径。咱们先动身吧，诸位小心一点，我们不怕失败，但安全绝对要放在第一位。楚风嘱咐完之后便直接动身。好的大哥哥，你也小心。小鱼儿挥动着小手与楚风告别，直到楚风消失，他才转身看向众人，咱们也动身吧。他一开口，众人皆是神色一致。别看她长得乖巧可人，像个需要保护的小仙女，可她此时在开口，明明语气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整个人的感觉全然不同了，不再像是平日里那古灵精怪让人保护欲爆棚的小丫头，反而就像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导者，气质超凡，连这些平日里唯我独尊的天才们竟也都没有任何脾气，有种被震慑住的感觉。看到这样的小鱼儿，众人都感觉不可思议，对小鱼儿又有了新的认识。有些东西真的是与生俱来的，就比如小鱼儿这股领导气质，当他认真便会展现，别人根本模仿不来。而在其他人赞叹离开楚风后，小鱼儿身份的转变竟如此丝滑时，介宝宝则是跟在凌霄身旁一同飞掠。怎么受刺激了？介宝宝暗中问。因为飞行途中，凌霄手中也抓着那把楚风递给他的沙子，还在观察，差距太大了，不仅仅是观察力上，脑子上也有差距。方法方式可以学，观察力也可以练，但是脑子这东西，艾凌霄叹息一声，我懂，说白了就是悟性差距，也是天赋差距。介宝宝道，我知道差距，但要怎么弥补呢？只是学习修炼，似乎不行。凌霄道，无法弥补，只会越来越大。介宝宝说道，你这说的太直白了，我更扎心了。凌霄叹道，没什么的，那些不如我们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，但人和人本就不同，又不是只有成为最强才有意义，人生得意义有很多种。介宝宝道，你说的对，但都走到了这一步，谁又不想成为最强呢？凌霄的叹息声格外的长，因为他知道有楚风在，界灵师这条路他注定无法最强了。楚风独自一人于这漫天血沙的沙漠之中飞掠，可忽然停了下来，前方望去，依旧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楚风知道，前方便是他要前往的遗迹领地，想要让这遗迹浮现，需要一些手段和观察时间。不过对此，楚风还是相信凌霄和介宝宝的。凌霄和介宝宝的能力很出众，莫说当代小辈是顶尖的，老一辈也未必有几个比他们强的。他们只是方式有的时候过于死板，而如这样的地方，他们只要能够确定，就能观察出一切。况且还有小鱼儿跟随，小鱼儿的观察力可是比凌霄和介宝宝更强。没过多久，约定的时间到达，楚风便直接飞掠其中，他准确落到了一个位置，丢下一道提前布置好的阵法，随后又来接连换了几个位置，同样丢入一道阵法。最后他又飞跃到高空之上，捏动法诀，阵起，伴随大地摇晃，一座古老的宫殿便自血色沙漠之中浮现而出。这里的沙子看不出具体岁月痕迹，可是这古老的宫殿是能够看得出来的，此乃太古时期便存在之物。楚风进入宫殿，很快便寻到了破解方法，且布置好破解着那份。待得约定时间一到，楚风便开启阵法。很快，古老大殿内光芒璀璨，一道光束更是穿透漫天的风沙，化作一道耀眼的光线，直冲遥远天际。楚风走出宫殿，发现还有另外一光束自远方射向高空，刚好与楚风所在大殿射出的光束交汇相融，这代表着小鱼儿他们那边也成功了，一切顺利。但这也在楚风预料之中，这里难的就是破解方法，这一点楚风已经看破。至于过程，只要有人配合，其实不难，尤其是对于他们这些当代最顶尖的天才而言，只要方法正确，便基本不会失误。于是楚风直接动身，向第三座遗迹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楚风害怕错过细节，尽管一路快速飞掠，可却也始终使用天眼观察。而在楚风即将第三座遗迹的时候，却看到有隐藏阵法在快速移动，向自己所在的方向而来。楚风赶忙止步，认真观察力。很快，那移动的隐藏阵法便在楚风眼中渐渐浮现，不仅能够看到隐藏阵法，还能够看到隐藏阵法内有着多道身影，那是丹道仙宗的人，而其中至少3人楚风是认得的，乃还是在九魂天河便已结识之人：江空平、江元泰、江太白。想当初司马相图能夺权九魂圣族，就是因为身后有丹道仙宗的人撑腰，为首的人叫做江靖宇。不过这个江靖宇从始至终都未露面，倒是他的儿子和他的一众手下去了九魂天河，可哪怕只是如此阵容，却也在东域搅得天翻地覆。江靖宇的儿子便是江空平与江元泰，楚风最先击败了江空平，后面击败了江元泰。至于那江太白，第一次见面之时，他可谓是威风凛凛。江太白与狱宗地狱使的交手之时，楚风还是武尊境，那2位的交手是楚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半神境修武者的强大。至于后来
楚风掌握了修罗大军，才得以逆转局势。当时楚风最想收拾的是司马相图、安道仙宗这些人，与楚风谈和了。但实际上，楚风是看在江空平的面子，才放过了他们一马。不曾想今日会在这里再遇到他们，但他们出现在这里，应该不是巧合。于是楚风身形一纵，不仅现身，更是拦在了江空平等人的面前。他们本就慌张，忽然有一道身穿灰袍之人拦在身前，把江空平等人吓得不轻。姜太白更是立刻站在了江空平、江元泰等人身前。三品半神，这是姜太白如今的修为，比当时在九魂天河之时倒是增进了一品。楚风感慨万千，对出相识之时那般威风的姜太白，如今在楚风面前却已是彻底沦落为了纸老虎。其他人的修为在楚风面前也是看得清清楚楚，这里最强的仍然是姜太白，至于江空平和江元泰也都有所增进。江元泰如今是一品半神，而江空平也是一品半神，相比于江元泰，江空平的进步速度要快得多。因为楚风记得刚认识江空平的时候，江空平还是五品武尊，至于江元泰当时可是比江空平要强得多。阁下何人？姜太白眉头紧皱，凝声问道，且整个人不仅是呈防御姿态，更是随时会对楚风发动进攻。楚风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摘下了兜帽，露出了自己的面容。楚风看到楚风的第一时间，姜太白等人便认出了楚风。江空平喜出望外，说话间便准备走到楚风面前，可却被姜太白与江元泰一同拦了下来。虽说当初他们是和解了，但在姜太白与江元泰眼中，楚风仍是敌人。若不是江空平极力劝阻，他们后面也是打算报复楚风的。如今再度相遇，自然是万分提防。楚风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姜太白凝声问道，同时也在认真观察着。在他看来，能够无声无息拦在他们面前，必定是一个高手。但是楚风，他是多少有些了解的。楚风的确是天才，但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到这种程度，所以他不仅在认真观察楚风，更多的是在打探周围。他觉得楚风是有帮手的。别紧张，咱们之间的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楚风说话间便向前走去，可忽然江元泰周身气焰涌动，其修为从一品半神提升到了二品半神，并且一股又一股强大威压不断向楚风席卷而来。尽管没有伤害楚风，但却在威胁着楚风，想要以此来将楚风逼退。楚风，站在那别动，我们都不是当初的我们了。江元泰凝声说道。可楚风却顶着江元泰的威压，一步步向前，根本不受他那威压的影响，很快便走到了江元泰的近前。冷静！楚风伸出手想拍一下江元泰的肩膀，可就在此时，又一股威压向楚风席卷而来，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再度拦在了江元泰身前，是姜太白。楚风，靖宇大人就在附近，你胆敢对我家少爷无礼，你也是在劫难逃。姜太白恶狠狠地对楚风说道，但楚风却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恐慌与不安。怎么，脑袋坏掉了？人话都听不懂了？楚风无奈摇了摇头，可忽然目光变得凌厉，下一刻楚风的气息释放而出，顿时横扫天际。姜太白所有人都感觉一股巨大的压力将他们封锁，快要将他们挤压得魂飞魄散。只要对方愿意，他们随时都能灰飞烟灭。而这股恐怖的气息正是源自于眼前的楚风。难道你已踏入五品半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是你的戒灵吗？姜太白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，一双眼眸闪烁着难以接受的目光。因为就算是楚风的戒灵达到了这种地步，也是足够可怕。楚风看了一眼众人，不只是姜太白、江元泰以及江空平等所有人，都是用那既震惊又惊恐的眼神看着楚风。你们这些日子是在深山老林里闭关来着？楚风算看出来了，他们离开九魂天河后，似乎并没怎么接触外界，不然楚风现在的名声，祖武天河消息闭塞也就算了，这里可是图腾天河，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自己的事迹呢？他可是大闹过七界圣府，被七界圣府通缉的界染青之子啊！楚风，你认识他们？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远处传来，声音刚刚响彻之时，明明什么都看不到，可下一刻，数道身影同时出现，纷纷落在了楚风身后，正是赶来与楚风汇集的小鱼儿、仙海少羽、仙喵喵、王强、龙成宇、龙木兮、风铃、宇文言日、秦玄等一众天才。龙成宇等人自然也发现江空平他们乃是丹道仙宗的人，但看楚风与他们好像相识的样子，也是什么都没说，就乖乖站在楚风身后，任由楚风处理此事。他们都穿着酒店大师赠予的灰色斗篷，看不到他们的面容，可是从他们赶来的速度以及落地的气势，姜太白等人更是脸色铁青，意识到这些人也都很不简单。楚风果然有帮手。忽然江空平突破了姜太白的保护，来到了楚风的近前，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胳膊。楚风，你现在是何修为？你的这些前辈们是何修为？江空平接连问道。怎么遇到麻烦了？楚风对江空平问道。少爷。见状，姜太白与江元泰同时开口，是不想江空平说，可江空平还是咬了咬牙，对楚风说道，我们是遇到麻烦了，若是可以求你救救我父亲，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帮忙，但只要你愿意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。话到此处，江空平竟然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。楚风把江空平搀扶了起来。发生何事？仔细说来，楚风也不知道他们遇到什么麻烦，所以还是问详细一点为好。随后根据江空平的讲述，楚风知道了大概的经过。这里有着一处他父亲发现的修炼圣地，只要拿着相应的修炼资源，在这里修炼会有极佳的效果。自打他们离开九魂天河，江空平便决定奋发图强，努力修炼，所以便找到了他的父亲。他父亲得知江空平准备努力修炼，便干脆放下所有手头上的事情，带着少量心腹来到了这里。他们一直在此闭关，可是谁曾想
最近又有一个人出现在了血色沙漠，一直在沙漠徘徊，似是在寻找他们所藏身的修炼圣地。而这个人乃是丹道仙宗一位身份利奥德之人。江靖宇他们虽然离开了丹道仙宗，但对丹道仙宗一直有感情，一直还想回去。见到这位大人物是独自一人来的，便主动现身示好，主动告知了这位大人物他们发现了修炼圣地所在位置。可谁曾想，这位大人物修炼了魔功，且知道江空平天赋较好，血脉特殊，便想要杀掉江空平，用来修炼填补修为。江靖宇自然不会把江空平交出去，如今正独自抵挡那位大人物，帮江空平他们争取逃脱时间。楚风此人身份特别，乃是一个能做到只手遮天，极其不好惹的大人物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我还是必须与你明说，他确实不好招惹。你若不愿意帮，我也能够理解，但你若愿意帮，我就算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。江空平说这话的时候，已是饱含热泪，都快哭了出来。可他此话一出，忽然阵阵笑声传来，那是一种轻蔑的笑声，但不是楚风笑的，而是楚风身后那些身披灰色斗篷之人发出来的。不帮就不帮，你们笑什么？江元泰皱着眉头问道。他本就没想过让楚风他们帮忙，见楚风身后的人居然发出这样的笑声，他以为是在嘲笑他们。我说你就直接说人在哪，那人是何修为就行了。区丹道仙宗没有我楚风兄弟不敢得罪的人，要怕也是他们怕。王强说道。没错，你直说便是。区丹道仙宗，别说楚风，我们也不放在眼里。秦玄也是补充道。这两位此话一出，丹道仙宗其余人神色都是有些复杂，虽然看得出来这两位也是有些实力的，但这话也太狂了吧。丹道仙宗可不是小角色，那是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有些名声的庞然大物，在图腾天河更是仅次于图腾龙族的存在。这些人怎么敢如此猖狂的？就算说大话不要钱，但也不能这样乱说吧。顿时一股不靠谱的念头于丹道仙宗众人心中升起，但是相比于其他人，江空平则是对楚风抱有期待的，一直盯着楚风，按他们说的回答。楚风说道，她是丹道仙宗当今宗主之女，贾令仪。江空平说道，贾令仪，你确定是贾令仪？龙成宇不由问道。对，就是贾令仪，我知道她身份超然，你们若不愿意帮，我能理解。江空平低下了头，他其实是很希望楚风他们帮忙的，可是他又不忍心坑楚风，因为于他心中贾令仪的后台实在太硬了。你说贾令仪在和你父亲交手，他有修为？楚风问。对，就是他。江空平道。你确定他一个人？楚风又问。就是一个人，我父亲见他之前已经确定过了，没有别人跟随。江空平又道。楚风有些意外，他意外的不是贾令仪一个人来这里，而是贾令仪自身。贾令仪莫说修为被废，本源都被他抽了，如今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废人才对，怎么可能还有修为呢？莫非丹道仙宗有如此厉害的至宝，能够帮贾令仪恢复修为？我父亲的修为乃是仙龙神袍，他能与我父亲打成平手，其修为应该不弱于我父亲。但贾令仪当年乃是纵横天河的天才，我觉得继续下去，我父亲定然不敌。江空平满脸担忧。我知道了，是那个方向吗？楚风所指乃是遗迹所在的方向，他觉得江空平他们所说的修炼圣地，应该就是楚风他们要去的最后一个遗迹啊。对，江空平也不知楚风为何知道这个方向，但楚风所指的确是正确的。走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楚风说话间便立刻动身，而楚风动身之时也是带着江空平等人一同。这速度，这一动身，江太白等人脸色更是复杂。本来以为楚风的修为是五品半神，可是现在楚风他们所展现的速度明明已经远超五品半神，这说明楚风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强，竟拥有如此强大的戒灵，此子到底有何魅力，能得如此强大戒灵之青睐？江太白内心感叹，同时也无法理解，他根本没有联想到这是楚风自身修为如此进步速度是不可能的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楚风得到了更强大的戒灵，但一个小辈能够得到如此强大戒灵的青睐，也同样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围。没过多久，楚风等人便听到了阵阵轰鸣，且很快滔天涟漪开始浮现。尽管距离很远，但楚风能够看见远处的确是两个戒灵师正在交手，一个中年男子显然就是江空平与江元泰的父亲江靖宇，之前联合司马相图的罪魁祸首，而另一个是女子，竟真的是贾令仪。现在的贾令仪戴着面具，但楚风知道那就是贾令仪，这个气息不会错。而这二人的结界修为也都是仙龙神袍，居然真的恢复了修为。楚风已经确定贾令仪的修为恢复了，但并没有彻底恢复。贾令仪之前可是圣龙神袍，只差一步便可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，现在是仙龙神袍，并且战力也不是特别强。他与江靖宇的战斗只是持平，这应该也是当初被废修为所留下的后遗症。但是楚风当初废弃修为，可是没有手下留情，贾令仪能恢复到这个地步，不仅仅是修炼了魔功，应该也用了极其珍贵的无价之宝。江靖宇，只要你将你儿子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们回到丹道仙宗，并且给你以往得不到的待遇，这样起码江元泰还能有个好的前程。如若不然，我贾令仪想要的人，你保得住吗？若是等我亲手抓到了江空平，你可就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眼见着无法击败江靖宇，贾令仪便出言威胁：令仪大人，我儿年纪尚小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他吧。江靖宇苦苦哀求：只是一个儿子，你何必如此执着？贾令仪问道：令仪大人，若是您的儿子，您舍得吗？您若非要修炼，就用我的命吧。江靖宇叹道。可谁曾想，贾令仪一阵大笑，旋即收起了攻势。这一幕让江靖宇也是有些不解，但贾令仪收起攻势之后，他也是立刻收起攻势，看得出来他很惧怕贾令仪，并不想真的与贾令仪为敌。不错，江靖宇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的表现我很满意。贾令仪叹道。令仪大人，您难道您？江靖宇愣住了，但却想到了一个好的可能。虽然与此地相遇乃是偶然，
但我其实早生将你等召回丹道仙宗之心，可你毕竟离开已有一阵子，我还需要试探一下你的人品，能否为我重用。不过好在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。贾令仪道：令仪大人，所以你之前的话都是在试探属下。江靖宇大喜，那是当然。贾令仪淡淡一笑，可忽然手指一指，一道结界之力化作结界长剑，直接洞穿了江靖宇的胸口。随后那结界长剑化作封锁阵法，无数锁链浮现，瞬息便把江靖宇捆绑了起来。直到此时，江靖宇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愚蠢！贾令仪讽刺地看着江靖宇。父亲。而见此情形，江空平和江元泰立刻冲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江太白等众人也是冲了过去。你们，我不是让你们走吗？你们还回来干什么？看到这些人回来，江靖宇并未高兴，反而勃然大怒，而贾令仪则是放声大笑。好一个父慈子孝的场面，真是正合我意啊！贾令仪似是害怕江空平逃脱，赶忙抬手布置一座封锁阵法，把江空平封锁在了当中。贾令仪真是老脸都不要了，打不过人家，竟用如此损招，如你这般下作之女子，我从未见过。就在此时，楚风声音响起，随后楚风以及王强等众人也是飞身落下，出现在贾令仪的视线范围之内。何人？看到这个阵仗，贾令仪也是有些不安。贾令仪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，为何戴着面具？是没办法面对自己丑陋恶心的脸吗？楚风再度说道。你是楚风？贾令仪双眼瞪得溜圆，他有些不太相信，可这个声音的确是楚风的没错。而楚风则是直接将兜帽再度摘下，再度露出了自己的真容。真的是你？你这小畜生，你竟然还活着！看到楚风，贾令仪顿时咬牙切齿，杀意滔天。看到这一幕，江太白和江空平等人都愣住了。显然楚风与贾令仪早就认识，并且这个样子是有深仇大恨啊。忽然大袖一挥，贾令仪将封锁阵法扩大，把楚风等人都封锁在了当中。楚风，想不到你没死，好，真是太好了。贾令仪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地看着楚风，他对楚风早就恨之入骨，恨不得食楚风的肉，喝楚风的血。但他也知道了楚风与七界圣府的关系，身为界染青之子，楚风的命如今可是很值钱，相比于一解心痛之快，将楚风直接杀了，将楚风交给七界圣府，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好什么？就这么期待？修为再给我废一次？楚风问。可楚风此话一出，贾令仪则是疯狂的大笑起来。楚风，图腾龙族的事情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图腾龙族已经反了，龙城与和龙木溪还有他们的父亲都已经死了，而我丹道仙宗乃是推翻图腾龙族的功臣，已得到龙鳞大人重用。你曾经的靠山，如今已是我贾令仪的靠山，没有了龙城与和龙木溪给你撑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何况你还得罪了七界圣府，你现在拿什么和我斗？就凭你自身那点修为吗？还是凭你这些不明真相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朋友？贾令仪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同时也看向楚风身后的众人，目光从他们身后一一扫过，那是一种威胁的眼神，就仿佛在说：我知道你们有些本事，但是楚风是什么身份，我又是什么身份？若要帮楚风对抗我，劝你们3、4、2后行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只洁白的小手从斗篷内伸出，他的手中还握着一道令牌，那道令牌上面写着仙海鱼族4个大字。这令牌一出，顿时光芒普照，气势滔天，那验证着这令牌不是假的，而是真的。你是何人？看到这令牌，贾令仪也是有些慌了，因为仙海鱼族同样是他丹道仙宗得罪不起的存在。而下一刻，仙海少羽也是将仙海鱼族令牌亮出，两个仙海鱼族看到这2块令牌，莫说江太白等人，就连江靖宇都是看得发愣。仙海鱼族何等存在，他们岂会不知？那可是仙海天河的霸主势力，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势力之一，丹道仙宗在他们面前是庞然大物，但在仙海鱼族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而紧接着，图腾龙族、苍穹仙宗、七界圣府、神体天府等令牌接连亮出，是龙城宇、秦玄、宇文炎日等人，甚至凌霄和界宝宝也都亮出了他们各自的令牌。这看着这些闪耀光芒的天河霸主的令牌，江靖宇和江太白都目瞪口呆，而江元泰和江空平等人更是吓得冷汗直冒，瑟瑟发抖。这可都是统治一方天河的庞然大物，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势力啊！楚风他竟得到了这等势力的撑腰，你们到底是何人？贾令仪再度开口，声音已是微微颤抖。虽然你身份卑贱，没资格见我真容，但你一个助纣为虐的叛徒势力，竟敢看不起我的兄弟，在我兄弟面前耀武扬威，那我便有必要让你知道，你今日得罪了什么人。仙海少羽开口了。话到此处，仙海少羽直接将斗篷扯下，露出了自己的真容。紧接着，仙海鱼儿、龙城宇、龙木溪、宇文炎日、王强，甚至是秦玄、凌霄、界宝宝也都扯下了自己身上的斗篷，露出了自己的真容。他们手举那代表他们强大身份的令牌，依次开口：仙海鱼族、仙海少羽、仙海鱼族、仙海鱼儿、图腾龙族、龙城宇、图腾龙族、龙木溪、苍穹仙宗、秦玄、七界圣府、凌霄、七界圣府、界宝宝、神体天府、宇文炎日、神体天府、王强、江空平、江元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是真的被硬生生的吓到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江太白也是真的脸色惨白，他倒不至于被吓得说不出话，但他却不敢多嘴。就连江靖宇也是极度恐慌。秦玄、龙城宇、龙木溪、宇文炎日、仙海少羽、仙海鱼儿、凌霄、界宝宝，江靖宇不敢相信这些名声赫赫的天才会同时出现在这里，会与楚风在一起。楚风他当然听闻过，江太白和江空平他们都与他讲述了关于楚风的事，可尽管江太白他们
是败于楚风之手，但江靖宇之前也只是觉得楚风是有些天赋的小辈，并未太过放在心上。可现在楚风怎么与这些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天才们聚集在了一起？假的，你们是假的，你们是冒充的。龙成宇、龙木西，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们就算没死，也应该被关押起来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假的，你们都是假的，想冒充这些天才来欺骗我。你们以为我贾令仪是傻的吗？我贾令仪可是界灵师天才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都是冒充的，是冒充的。贾令仪面露狰狞的咆哮着，尽管声音很大，可却难掩他的慌乱。他慌极了，之所以如此慌乱，是因为他认真观察，却看不出破绽。这些大名鼎鼎的天才，似乎真的如假包换。聒噪！仙海少羽淡淡开口。下一刻，仙海少羽一袍舞动，释放出了他那七品半神的修为。那威压落在贾令仪的头上，瞬息之间便将贾令仪压得趴在了地上，动弹不得。七品半神没有任何提升，这是真实修为，他真的是仙海少羽，是浩瀚修武界最强天才。江靖宇颤抖的开口了。贾令仪乃仙龙神袍，拥有堪比七品半神的修为，可面对仙海少羽的威压，却连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这是战力压制，如此战力，如此修为，无需任何辩解。他已证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当代小辈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拥有如此实力，只有仙海少羽有可能达到。既然仙海少羽都是真的，那其他天才也不可能是假的。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，名震浩瀚修武界各个天河的最强天才。你去了9天之巅。趴在地上的贾令仪看向楚风，他反应过来了，楚风定然是去了9天之巅，不然不可能认识仙海少羽他们。反应过来了，仙海少羽以俯视之姿看着趴在地上的贾令仪。仙海少爷，为何您这样的身份，为何要与楚风为伍？还有凌霄少爷、谢小姐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楚风在7届圣府做的事吗？贾令仪的语气变了，变得卑微至极。当确定了这些天才都是货真价实的后，他不敢有一丝懈怠，不管他平日多么的嚣张，可在这些天才面前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为何？我告诉你为何。就在此时，秦玄站了出来，他不仅看向了贾令仪，也扫向了江靖宇、江太白、江元泰、江空平等人，最终他将目光汇集在了楚风的身上。他摊开双手指向楚风，旋即又看向众人，这才说道：为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楚风来自东域的祖武天河，他的母亲乃是7届圣府王之血脉拥有者介冉清大人。什么？秦玄此话一出，江靖宇、江太白、江元泰、江空平等人顿时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身为界灵师，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介冉清是何方人物？楚风竟是介冉清的儿子。秦玄根本理会他们，而是最终将目光落在了贾令仪的身上，继续说道：而楚风也同样拥有王之血脉，并且他还拥有天雷血脉，圣品之上，王之血脉。江太白等人看向楚风，眼神极其复杂。另外，他也是在9天之巅击败远古后辈，征服脉之本源，斩获9天之巅最强之名，如今浩瀚修武界当之无愧的最强天才。贾令仪，现在你知道为何了？贾令仪没有回答，这些信息让他有些接受不了。他知道楚风可能去了9天之巅，可是楚风竟获得了9天之巅的最强之名，那也就是说，秦玄、凌霄、宇文炎日、仙海少羽等天才都败给了楚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楚风天赋再好，也不可能进步这么快。但这些天才都在这里，若是假的，他们为何不反驳呢？看着那呆滞了一般的贾令仪，秦玄则继续说道：如果还不懂，那我再说明白一点，现在我们都是和楚风混的，懂了吗？秦玄此话说完，江靖宇等人都感觉头皮发麻，有些神志不清。就别说贾令仪了，他整个人瘫软的趴在地上，就跟要死了一样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而此刻，秦玄则转身走到了楚风身后，真的像小弟一样站的那叫一个笔直。王强和龙成宇都冲着秦玄竖起了大拇指，而秦玄也面露得意，抱了抱拳，那个小神态好像很骄傲似的。见状，楚风看向秦玄：秦兄，不怕7届圣府找你麻烦，怕什么？他这种货色，说出去的话有人信吗？他敢说吗？楚风，你就算不杀他，我也不怕。话到此处，秦玄还看向凌霄：凌霄，你怕吗？自然不怕。凌霄面露轻蔑。秦玄又看向宇文炎日：宇文炎日，你怕吗？宇文炎日没有回答，但却摇了摇头：是啊，他们这种身份怎么会惧怕贾令仪这种货色？这也是为何他们敢自报家门，甚至干脆露脸的原因。因为以他们的身份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将贾令仪他们放在眼里，自然也就无惧贾令仪他们将这里的事传出去。若是贾令仪敢传，那惹祸上身的反而是贾令仪他们。楚风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于是看向了仙海少羽：少羽兄，放开他。仙海少羽立刻收回威压。楚风一步一步走到贾令仪面前，一把将贾令仪脸上的面具扯掉，露出了那丑陋的面容。而楚风这个举动顿时激怒了贾令仪，自知在劫难逃的他如疯狗一般起身扑向楚风：我宰了！可他话未说完便愣住了。楚风不仅轻而易举地躲开了他的攻势，楚风的手掌更是利刃一般插入了贾令仪的丹田。贾令仪，我能废你一次，就能废你第2次。楚风此话说完，贾令仪便发出无比凄惨的哀嚎，因为贾令仪的修为正在快速散去，本源都在被楚风抽离。很快，他浑身力气丧失，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。此时的他再度沦为了一个废人，而楚风手中则是握着一颗晶莹剔透、凝聚不凡力量的珠子。这就是你能恢复修为的根源吧？楚风看着这颗珠子叹道。因为这正是从贾令仪身体里取出来的，楚风将这颗珠子收了起来。这颗珠子乃难得的宝物，对于修为被废除之人将有极佳功效。想当初，楚风把贾令仪废得那么彻底，他都能够恢复到这种地步，若是给白云清来用的话，那效果必然更好。楚风，我知道错了，
就在此时，贾令仪开口了：“我后悔了，我也没想到当初的一个决定会酿成今日这样的结果。我承认我贾令仪是个恶人，但若是能够重新选择，我不会对你奶奶和她的家人下毒手。楚风，我知道我作恶多端，我罪该万死，你杀了我吧，但是我求你放过我丹道仙宗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。”话到此处，虚弱的贾令仪努力地爬起身来，竟对着楚风以及楚风身后的众位天才叩头。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他到了绝路。其实他不明白为何这么多天才与楚风站在一起，为楚风撑腰。可他知道的是，有这些天才为楚风撑腰的话，他丹道仙宗便再也不可能与楚风抗衡。贾令仪，你想用自己的死来保全你丹道仙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现在杀了你，易如反掌。可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你痛苦的活着，要你亲眼看着我将你丹道仙宗的人一个一个的全部杀光。楚风对贾令仪说道：“楚风，祸不及家人，祸不及家人啊！你放过我丹道仙宗好吗？我求求你了。”贾令仪泪流满面，爬到楚风近前，便伸手想抱住了楚风的腿。看到这一幕，江靖宇等人神色复杂。他们印象中的贾令仪可是高高在上、光芒闪耀的，从没想过贾令仪竟也会如此卑微的一面。贾令仪实际也上是一个有些骨气之人。当初他被图腾龙族关押起来，进行了酷刑审判，逼问他图腾龙族之内是否还有与他勾结的叛徒。贾令仪硬是什么都没说，可事实上他定然早就知道龙鳞之事。他也清楚这种事不能说，若是说了他丹道仙宗将会不保。这贾令仪虽然作恶多端，但对丹道仙宗倒也是有着几分真情。可他的真情关楚风屁事？贾令仪的手还没碰到楚风的腿，楚风便一脚踹在他的脸上，将他踹翻在地。祸不及家人，你也配说这句话？你丹道仙宗的所作所为不配存在于世上，无论有没有你，你丹道仙宗都必须从这个世界消失。楚风的眼中没有杀意，但却尽是决意。在他的心中，丹道仙宗已被列入必除的名单。听到楚风这番话后，贾令仪抬头看向了龙成宇和龙木西，看到这两位，眼中同样寒芒涌动之后，他也是意识到他丹道仙宗是无法保全了。于是他的眼中浮现出一抹决意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无比痛苦的哀嚎，仅存的生命气息快速流逝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周身尽光芒璀璨，自其体内延伸出一重结界之力，那是传送之力，极其强大的传送之力。贾令仪是要逃脱。见状，楚风立刻布置封锁阵法，将贾令仪封锁起来，想要阻止贾令仪逃脱，但奈何传送之力极强，下一刻便消失在了此地，居然跑了。他身上竟藏着如此厉害的宝物。眼见着贾令仪消失不见，众位天才也是有些意外。他们意外的是，贾令仪的身上竟有那样的至宝。丹道仙宗是传承多年的界灵师宗门，远古遗迹他们可进入过不少，有珍贵的奇珍异宝，也不足为奇。只不过我看他刚刚在燃烧仅存的生命之力，这样的燃烧是自我毁灭。天下间再厉害的至宝，也不可能帮他恢复修为。他虽然逃了，可也彻底废了。凌霄开口说道：“难怪他开始不用，原来用了之后会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。这逃了跟没逃有何区别？”秦玄感到有些不太理解，反正是死还是要逃，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可能是觉得若是留下来，会被我兄弟折磨得更惨吧。王强猜测道。倒是在理，对于这个猜测表示认同。至于楚风，则是觉得凌霄说的很对。楚风刚刚手掌穿透贾令仪身躯的时候，就已经动用精神力搜查了他身上的宝物，这颗珠子就是楚风搜查出来的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楚风并没有搜查到其他东西。可刚刚的传送之力非同小可，且是一次性的传送之力，那必然是至宝，毕竟能够躲开楚风搜查的至宝，可见其力量之强。所以楚风觉得有些可惜，这样的宝物若能挖掘出来，显然更好。楚风本身恢复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乃是神鹿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神鹿的力量可远比神行好用多了，连结界都挡不住他。说他是一道免死金牌，也毫不为过。知道了前辈。楚风对神鹿说完此话后，便看向了秦玄等众人。楚风的确没打算杀贾令仪，现在的贾令仪已经翻不起风浪了。楚风是真的想让贾令仪亲眼看着自己毁灭丹道仙宗，让他也感受一下族人被屠灭的痛苦。只是楚风现在的能力还不到，所以只能让他活着。但楚风也是想着先将贾令仪控制起来，待得他们离开之后再放他走。没曾想贾令仪的身上竟然还藏着那样厉害的逃跑之物，虽然代价足够大，但贾令仪逃脱了也是事实。楚风倒是无惧，但还是在意是否会这些同乡之人造成影响。于是楚风对众人问道：“诸位真的不介意他将见到我们之事传出去？大哥哥让他去说好了，我量他不敢，就算他敢我也不怕。他敢说，我就灭了他。”丹道仙宗小鱼儿说道。鱼儿姑娘说的对，他绝对不敢。他若敢说，只是惹祸上身。秦玄此话说完，还特意看向了江靖宇等人。你们若是想说，也可以说。他此话一出，江靖宇等人连忙摇头。秦玄少爷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将今日遇到你们的事说出去，半个字都不会说。看到这个效果，秦玄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于是走到楚风身旁，拍了拍楚风肩膀。楚风，咱们走吧，小鱼小虾不用在意，正事要紧。看得出来，秦玄是真的不在意贾令仪的逃脱，不仅是他，其他天才也不在意，因为他们身后的势力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。走，楚风也点头，准备完成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向第3座宫殿进去。楚风少侠，请等一下。可在此时，江靖宇却忽然开口：“有事？”楚风问。楚风少侠，虽说我们今日第一次相见，但我听空瓶提起过你之前在九魂天河的事，实在抱歉。江靖宇话未说完，楚风便道：“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”话到此处，楚风看向了仙喵喵。不过我这位朋友是九魂圣族的，他若要追究你们，我可不会拦。听闻此话，
江靖宇等人顿时吓得身体一僵，而龙成宇和秦玄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们脸色惨白。喵喵姑娘，他们得罪你的家族吗？要不要我帮你灭了他们？龙成宇和秦玄开口的时候都是颇具奉承之意，这足以让江靖宇他们意识到仙喵喵的地位也非同一般。楚风少侠，这……江靖宇看向楚风，眼神分明在求助，却也不知如何开口。你不用慌，楚风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，他不追究，我也不会追究。仙喵喵说道。对于仙喵喵这个态度，楚风其实也不意外，毕竟九魂圣族带仙喵喵也不好。倘若九魂圣族对仙喵喵而言特别重要，那楚风当初便也不会放过江元太他们了。多谢这位姑娘，不是大人，多谢这位大人宽宏大量，多谢楚风少侠宽宏大量。江靖宇赶忙道谢，可施礼的手却都在颤抖。说吧，有何事？楚风问。楚风少侠，之前的事实在抱歉，就算你与喵喵大人不追究了，我仍过意不去，我也不知该如何补偿。话到此处，江靖宇手掌摸向怀中，他是在自己的怀里藏了一个储存阵法，于是掌心从怀中抽出时，多出了一根竹简，那是一根占卜竹简。这根占卜竹简看着很是普通，可上面刻着摘星二字。摘星大人看到这两个字，凌霄与界宝宝眼前一亮，其他人也是同样意外。此物乃摘星道长之物，摘星道长为何人？乃界灵仙王弟子，并且是界灵仙王现在唯二还存在于世的弟子。另外一个便是当今七界圣府府主界天然。这摘星道长擅长预言之术，因为与界天然理念不合，已离开七界圣府多年，如今踪迹难寻，但若有他的占卜竹简，是可以找到他的。你认识摘星大人？凌霄问道。因为他认真观察过了，能够确定那占卜竹简是真的。说来惭愧，小人虽身份卑微，但因缘际会下相识了摘星大人，而摘星大人也不嫌弃我的卑微身份，愿以朋友相交，还赠予了我5根占卜竹简，如今只剩1根。不过摘星大人并不介意我将此物送人，通过此物倒是可以找他做一次预言。楚风少侠，我不知该如何补偿你，你若不嫌弃，我将此物作为补偿，你看如何？江靖宇说话间高举双手，将这占卜竹简递到楚风面前。楚风，此物乃是真品。凌霄提醒道。那我便收下了。楚风倒也是将这占卜竹简收了起来。摘星道长他也有所耳闻，预言之术极其厉害。楚风虽然不怎么相信预言之术，可此物倒是可以接近摘星道长的机会，他想看看日后能否在摘星道长那里打探到关于其母亲的事情。收下此物，楚风便带着众位小辈离开，进入了那座宫殿之内。父亲，您没事吧？待楚风等人消失在远处，江空平等人才敢开口说话。无碍。江靖宇此话说完，则是跟泄了气一样，瘫坐在了地上。大人，刚刚他们说那楚风是界染亲之子，这会是真的吗？江太白问道。他仍是感觉难以置信，可能是假的吗？你也不看看那些人对楚风的态度，庆幸吧，庆幸当初在东域你们败给了他，如若不然，贾丽仪的下场便是我们的下场。江靖宇感叹道。倘若是真的，那就算他不追究，万一其他人追究怎么办？江元太开口了，他以前那般轻视楚风，可现在才知道楚风是怎样的存在，只能期望摘星道长有这个面子，让他们放过我们一马。其实江靖宇特意将占卜竹简取出赠予楚风，也是担心他这些天才之中有人不肯放过他们，是希望摘星大人的面子能保他们一命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光束冲天而起，那光束正是自不远处的宫殿飞掠而出，到达天际深处，与另外2道光束交融。但很快3道光束全部消失，一同消失的还有刚刚开启了第3座宫殿的楚风等人。现在楚风他们进入了虚空之中，所站的位置正是刚刚3道光束交汇的地方。他们站在这里，外人根本看不见他们，但他们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。但所见到的不仅仅是外面的情况，在他们的四周竟是符咒纹路，无数道符咒纹路密密麻麻的飘荡在他们四周，不是修行之物，但与修行之物相通，虽不能修炼，但却蕴藏着其他的信息。关键是此物很复杂，除此之外，他们所行范围有限，有无形的力量束缚着他们。看来想找到那地方并不容易啊。龙成宇叹道。按照楚风之前所说，他们3座宫殿是锁，只要破开3座宫殿就能找到隐藏之地。可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做到，但却被困到了这里，很显然需要从这些符咒纹路之中找到线索才行。而此时楚风则是盘坐在了半空之上，想进入隐藏之地很容易，但能收获多少？这里是重中之重，诸位用心感悟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捏动法诀，闭上眼。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以及凌霄等人也是立刻照做。见状，龙成宇以及秦玄等人也是立刻盘膝坐下。时间流逝，一道传送隧道内，贾令仪趴在快速流转的隧道内。此时的他骨瘦如柴，浑身上下跟骷髅一样，除了还有一层皮，以及还有微弱的气息外，跟死人没有区别，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。催动那逃脱阵法，他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。现在的他，就算再厉害的人，再厉害的宝物，也无法让他恢复修为，此生再也无法修炼，就连生命也是有限的，没有几年活头了。可他之所以不惜如此代价，还是要逃离，不是为了保命，他是想通知丹道仙宗。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楚风，他丹道仙宗得罪不起，必须躲起来。忽然周遭景色变化，贾丽仪的身体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他已是自传送阵内出来。来人啊！贾令仪趴在地上动弹不得，连声音都是无比的虚弱。可他设下的传送终点乃是位于他丹道仙宗之内，在这里是有人把守的，所以只要他回来，就会有人迎接他。
但是他呼喊一阵，却并没有任何回应，反而细细听来，周遭的声音有些嘈杂，那似是火焰燃烧物品的声音，并且他还能感受到炙热的感觉席卷着身体。于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抬起了头，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。可这一看，他顿时瞳孔放大，满面绝望，一眼望去，火焰通天，整个丹道仙宗都被滔天火焰包裹，就连被赋予强大阵法的建筑也都正在崩塌，而地上尽是烧焦的残尸，那死去的全部是他丹道仙宗之人，他丹道仙宗被灭宗了。谁？是谁做的？是谁做的？痛心无比的贾令仪身体迸发出了超越自身的力气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，嘎吱嘎吱。而就在此时，身后仿佛传来脚步声，他回头观望，发现不远处的火焰中有一道身影窜动，正在向他靠近。很快，火焰退去，那身影自火焰之中走出，那是一名老太太，衣着端庄，但却面容尽毁。可看到此人，贾令仪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，脸上涌现出极度的恐慌。你竟真的没死？宋洛仪，你真的还活着？此刻，贾令仪表情十分复杂，既震惊又恐惧。金龙焰宗宗主之女宋洛仪，也就是楚风的奶奶。尽管眼前的老太太如此苍老，与贾令仪印象中的宋洛仪判若两人，可他仍能够确定，眼前之人就是楚风的奶奶宋洛仪。这是你做的？是你做的吗？不对，不可能是你。是谁？究竟是谁？缓过神来的贾令仪凝声质问。尽管看到楚风的奶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惧，但想到丹道仙宗已被灭门，他心中的愤怒同样涌上心头。有人帮你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们身后还有人帮忙，不然楚风凭什么能有如此快的修炼速度？凭什么敢对抗7界圣府？是有人暗中支持你们，让你们对抗7界圣府，对吗？难怪，是仙海鱼族还是苍穹仙宗？难道是神体天府？贾令仪并不相信这件事会是楚风奶奶做的。楚风奶奶能活着已是奇迹，而他丹道仙宗传承数万年，是仅次于几大天和霸主势力的强大宗门，是真正的庞然大物。宗门内强大界灵师以及修武者数不胜数，就算他印象中的宋洛仪的确具有一定天赋，但也绝不可能是他丹道仙宗的对手。他觉得楚风与其奶奶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势力暗中扶持，这样一来，无论是楚风快速成长，还是楚风能够多次化险为夷，甚至能与各方天才称兄道弟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可忽然，宋洛仪目光投向贾令仪，只是一个眼神，贾令仪便宛如石化一般呆住了。他浑身颤抖，泪水无法自控的狂流不止，就连口水都在不断溢出，整个人的神态宛如傻了一般。直到宋洛仪收回目光，贾令仪才缓过神来，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。此刻因愤怒而获得的力量已全部消失，只能趴在地上，以那颤抖的语气质问：你怎么会达到如此境界？只是对于贾令仪的问题，宋洛仪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对贾令仪出手。宋洛仪收回目光后，便目视前方，缓步航去，直到消失在火海之中，似是就这样离开了。可贾令仪却张着大嘴，泪水不断的狂涌而出，嘴角则是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。终于，他发出声音，竟笑了，只不过那是充满绝望的苦笑。只是宋洛仪刚刚的一个眼神，他便知道他与宋洛仪的差距已是天地之隔。莫说是他丹道仙宗的友人，也同样不是如今宋洛仪的对手。他已是复仇无望，宗门被灭，族人被屠，便是他丹道仙宗的结局。而这个结局却因他一时的嫉妒而起，一念之差换来的却是灭顶之灾。与此同时，楚风等人一直在天际之上闭目参悟，这个参悟一旦开始便无法终止，所以在这期间他们都专注参悟，几乎没有交流，直到那些符咒纹路散去，楚风等人才同时睁开眼眸。诸位，参透的如何？王强起身问道，他表情兴奋，对接下来的事情很是期待。只是王强的穿着却让风铃翻了个白眼，看向楚风，我说楚风，能不能让你兄弟穿件衣服？真辣眼睛。平时还好，但现在大家都坐着，只有王强站起来，他那花裤衩确实比较吸引眼球。姑娘，你这是不懂审美了？难道哥这健硕的肌肉不够吸引你妈？王强举起胳膊，故意露出了自己那不太明显的肌肉。你要不是楚风兄弟，我早一巴掌拍死你了。还有别叫我姑姑，我没你这个侄子。风铃鄙夷的说道。但对于风铃的态度，王强也不生气，反而是大嘴一脸，露出了坏坏的表情。姑娘你怎么占人家便宜？风铃则立刻转头，做出了一个要吐的表情。好了，聊正事。诸位都有参悟完整吗？楚风问道。参透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不知道我的方向和大家有没有区别，因为我所参悟的竟是引用血脉之力搭建房子。龙成语道。那咱俩一样，我也是盖房子。秦玄说道。不出意外，我们领悟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凌霄也是说道，但说话间却看向了楚风。他这一看，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楚风太特别了，他们无法确定楚风所领悟到的是否与他们一样。楚风从凌霄的眼神中阅读出了他的意思，于是笑着道：一样，那便好。对于楚风这个回答，众天才揭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与楚风领悟一样，那自然是好事一件。就在此时，他们所在的这片虚空开始剧烈的抖动，是上面众人同时抬头，都感觉到这力量的来源乃是头顶之上虚空深处。很快，一道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巨大的压力让每个人都从半空之上快速下坠。楚风率先稳住身形，王强、小鱼儿、宇文炎日、仙海少羽4人紧随其后，紧接着仙喵喵以及风铃等人才依次稳住身形。虽说没有继续下落，可却都扛着巨大的压力，想要向上空返回，有着极高的难度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众人同时抬头，再度望向虚空深处，而这一看，
他们能够发现虚空深处，也就是那压迫他们力量来源的地方，散发着金色光华。但那金色光华很是不同，不仅神圣无比，宛如神界的光芒，且光芒之中具有波动，仿佛具有无数身影，而每一个身影的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，就似是无数强者汇集在当中一般。我的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看到那神圣的金色光华，原本面带痛苦的秦玄顿时面露狂喜，甚至还看向了仙海少羽以及凌霄、楚风等人。少羽兄，凌霄、楚风，我没有看错吧？应该不会错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太古创造地。虽说相比于秦玄，仙海少羽还算淡定，可在他的眼中也涌现出了无尽的渴望，就连小鱼儿的小脸之上同样挂满了无尽的兴奋与激动之色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居然是太古创造地！而风铃更是激动到双手握拳，兴奋到发出了尖叫。明明先前还被那压力所困扰的众人，此刻都是展现出了楚风从未见过的兴奋与激动。楚风，难怪你劝我们来，竟然开启了传说中的太古创造地！我的天啊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楚风少侠，不只是他的，你也是我的恩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，我会向我的儿子、我的孙子、我的所有后代讲述你对我的恩情，你就是我们家族永生难忘的大恩人。而神体天府另外两位更是激动到恨不得对楚风认祖归宗，他们两个不像宇文言日那般敞亮，之前都是挺担心被楚风牵连的，可现在他们的感恩之情却是如此的炙热。诸位，这太古创造地是什么啊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啊，你竟不知太古创造地？对于楚风此话，众人同时感到惊讶，就连小鱼儿也是惊讶地张开了小嘴，但很快微张的小嘴转为灿烂笑容，他觉得此事好像蛮有趣的，于是他带着灿烂笑容说道：你们都别说话，我来与大哥哥讲。随后经过小鱼儿讲述，楚风也是知道了为何众人如此兴奋。原来所谓太古创造地，不仅是这个时代，远古遗迹之中也有着诸多记载。简单的说，这是一个太古时期便存在的神圣之地，若是能够踏入其中，便有机会创立自己的修炼之道。修炼之道一旦创立成功，将会得到指引，从此修炼之路将与众不同。而但凡能够成功在此地创造成功之人，无一不是能够成长为一个时代最顶端的存在。只是想要进入太古创造的太难了。时代初期，多个遗迹之中倒是存在一些方法，那些方法多种多样，但是都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有人用过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将无法再次使用。几乎在时代之初，所有关于太古创造地的机会和宝物都被使用过了。如今太古创造地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关于如何创造其实也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是当太古创造的开启之后，所呈现的景象却是传得清清楚楚，那景象虚空深处传来的一模一样。怪不得9天之巅内的提示说这里是不容错失的机遇，得知这里竟是如此重要的传说之地，楚风也是格外高兴，毕竟大家都是听他劝才跟来的，若真是白跑一趟，楚风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而到此一步，楚风已是没有任何顾虑，机会摆在这里了，至于能不能成，则是看个人能力了。我的楚风兄弟，你实在太不起了，只是可惜啊，只有我们见到了。若是这一幕发生在9天之巅，被世人所共同见证，那该多好啊！龙成宇叹道。这么想出风头啊？楚风笑着说道，倒不是调侃，而是纯粹的开玩笑。楚风兄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根据记载，咱们这个时代初期，无论是使用至宝还是秘法，但太古创造地一般都只能一个人开启，一个人踏入，需2个人开启，可2个人同时踏入的，只有远古时期有记载，我们这个时代就只能一个人进去。而如我们这样这么多人同时开启太古创造地，乃是从未有过的记载，无论能否踏入其中，只是我们这么多人共同开启太古创造地，就已经创造历史了。我们是在创造历史，创造历史，你懂吗？龙成宇在下方激动地说道，他激动的样子使得其姐姐龙木熙一脸无奈，确实可惜，若是能更多人见证就好了。秦玄也是叹道，他脸上的遗憾可丝毫不比龙成宇少。依我看，就算是在9天之巅，外面的人也见证不了，他们甚至都见不到我们。我们现在隐藏状态，并且是多厉害的手段都无法发现的那种。楚风说道，是这样吗？楚风这样一说，龙成宇和秦玄等人脸上的遗憾之色反而减退了不少。所以挑战这太古创造地，除了时代初期那些前辈，便是我们了。楚风又问，这个也不好说。仙海少羽道，怎讲？楚风问。不仅是楚风，就连其他人也看向仙海少羽。可相比于楚风纯粹的询问，他们的眼神则带着些许质疑，因为在他们听闻之中，只有时代初期才有极少数顶尖的人物开启过太古创造的，并且能够成功进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开启太古创造地有很多方法，很多途径，虽说时代初期太多机会都被使用，但是有一个古老的同门，据说只要有人能开启，也是可以踏入太古创造地的。但是这个同门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启，而这个同门经过多方势力流转，于数万年前落入了7届圣府手中。可我听闻在几10年前，此门丢了。话到此处，仙海少羽看向了凌霄，丢了。紧接着其他人的目光也都投向了凌霄，毕竟凌霄和界宝宝是7届圣府之人，应该知道真相。当然最主要的是，关于此门他们都有所听闻，此门极其珍贵，7届圣府必然重兵把守，怎么会丢呢？少羽兄的消息还真是灵通，这件事并未外传，你是如何知晓的？凌霄问。所以真的丢了吗？这样珍贵的宝物怎么会丢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龙成宇以及秦玄等人纷纷问道。此事具体我也并不清楚，不过在我7届圣府之内，倒是听过一些传闻，此物本是当世所知仅剩的能开启太古创造地之宝物，它的重要性想必诸位也能想象得到，所以我7届圣府对于此物的保护自然也是极其用心，它几乎得到了我7届圣府最严密的守护。但
在几十年前，此门确实不见了，可所有防御阵法并未受到任何损坏。倘若传闻属实，那与其说丢了，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消失了。凌霄说道：消失了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消失呢？众人皆是感到好奇，难道是时间到了，却始终未能有人开启，便触动了某种阵法，于是自动离开了。龙木西猜测道：木西这个姑娘靠谱，毕竟是如此宝物，具有灵性，也有可能，很有可能回到了某个遗迹之中。秦玄附和道。紧接着，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，对于这个说法倒是得到了他们的赞同。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此门并未消失，而是有人进入了此门所在之的，但他并未见此门带走，直接开启成功，所以才会触发阵法。仙海少羽问道：开启成功？众人皆是神色一变，可对于这个说法，凌霄却是不由笑了笑。时代初期，那么多强大的前辈都无法开启的同门，这个时代真的会有人开启吗？话到此处，他看向了楚风，若说楚风能够开启，我倒是愿意相信，可几十前的楚风应该刚刚出生才对吧？凌霄笑道：是啊，时代初期那些存在都未能开启的同门，应该没人能够开启才对。对于凌霄的说法，龙成宇以及秦玄等人也是表示赞同。诸位，此事我也只是听闻，诸位也不必过度思考，有可能这件至宝还完好无损地摆放在我七界圣府，毕竟那等宝物也不是我所能接触到的。凌霄又笑着补充道：哎呀，凌霄兄，你放心好了，关于此事我们会保密的。龙成宇也是笑着说道：放心，一定保密。秦玄同样说道：大家都明白。凌霄说他听闻，只是不想被传出去以后落得个传播府内秘密的罪名，所以他所说基本就是事实。那同门应该是真的不见了，但是仙海少羽似乎并不想将话题到此为止，于是他再度开口：诸位难道忘记了我们楚风兄弟的母亲芥染青前辈？时代初期的确是出现了诸多强者，可据我所知，时代初期也并未出现王之血脉。芥染青前辈出世之时，乃当是独一无二。话到此处，仙海少羽看向凌霄：凌霄，你也说了，楚风是有机会开启那同门的，难道你觉得芥染青前辈没机会开启吗？此刻众人也是神色变化。是啊，按理来说，芥染青大人是很有可能开启那同门的才对，难道说是芥染青大人开启了那同门吗？还别说，真的有这种可能啊。讲到那同门消失，仙海少羽又将同门消失联系到了可能被人开启，他们第一反应就是那同门应该不会被开启，因为没人能做到。可当想到了芥染青，他们则是纷纷觉得，若是芥染青的话，的确很有可能做到这件事。芥染青于浩瀚修武界而言太特别了，尤其对于他们这一代人，尽管他们都未曾见过芥染青的风采，可对于芥染青的事迹却是耳熟能详。因此关于楚风母亲芥染青的实力，哪怕这些顶尖天才却也是毫不质疑，甚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小的时候都是以芥染青为目标，如今也是以芥染青为偶像的。只是当话题落在了芥染青的身上后，凌霄却是略感遗憾的叹息一声：我曾听闻府内有一种说法，芥染青大人曾挑战过同门，但失败了。凌霄道：失败了？听闻此话，众人皆是神色一动，之前他们可从未听过这个消息，居然连芥染青都失败了，那这无疑又增添了那同门难以开启的程度。此刻芥宝宝竟也开口：我听闻芥染青大人开启时已是引发了异象，他其实只差了一点，若是准备再充分一点，可能就会成功开启，只是可惜那同门只有一次挑战机会。原来如此，仙海少羽也是感到有些遗憾，其实他是很崇拜芥染青的，之前也是真的觉得可能芥染青已经进入了太古创造的，可很快他又目光变亮，旋即看向楚风，既不是芥染青前辈，那有没有可能是楚风兄弟的父亲？楚风的父亲？听闻此话，众人都看向楚风。关于楚风的父亲，他们并不了解，可楚风的天雷血脉如此利奥的，他们也觉得楚风的父亲可能不是寻常角色，不然怎么可能被芥染青看上呢？可因为芥染青的光环太强，大家就算心里觉得楚风的父亲也非寻常之辈，但却也都下意识的觉得楚风的父亲是不如芥染青的，连芥染青都无法开启的同门，楚风的父亲有机会吗？他们都觉得没有机会，所以对于仙海少羽这个提议，他们心里都是觉得不可能。楚风，你觉得若是你父亲，有没有可能开启那同门？仙海少羽问道。对于那同门，我并不了解，无法判断那同门的难度，但我觉得任何事情我父亲都可以做到。楚风说道，且自信满满。可哪怕楚风这样说了，众人也不信，反而有些人笑了，他们觉得楚风是在开玩笑，但也正常，天下儿女哪个不觉得自己母亲天下最美，自己父亲天下最强呢？楚风兄弟，你父亲是何境界啊？仙海少羽又问道。相比于其他人，他很认真，似乎很关心这件事，同时其他人也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楚风，虽然觉得楚风的父亲的确没可能开启那同门，但他们也想知道楚风的父亲到底是何境界。我也不知道。楚风摇了摇头。楚风兄弟，你就别低调了，你不说我说。可龙成宇却立刻开口，且看向众人，楚风兄弟父亲的具体境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有一点能够断定，根据我父亲所说，楚风的父亲是天神境。龙成宇道。天神境？听闻此话，众人表情皆是不由变化。天神境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境界啊，楚风父亲应该年纪也不是很大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。龙成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秦玄问。这个不方便说，但我可以保证就是天神境。龙成宇道。当日他们被苍穹仙宗之人逼入绝境，是楚风用守护阵法抹杀了苍穹仙宗的高手，而楚风已告诉图腾龙族族长，那守护阵法是自己父亲所布。根据图腾龙族族长推断，能够布置出那等阵法之人，必然是天神境，并不意外。若没有这个实力，可以让芥染青前辈动心，又怎能生出如楚风这般天赋的孩子？仙海少羽笑道。对此楚风也笑了笑，旋即说道：诸位，适应的如何了？
听闻此话，龙成宇与秦玄等人眉头微皱，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楚风兄，难道有时间限制吗？他们有些担心。众人之所以确定虚空顶端可能是传说中的太古创造的，是不容错过的机遇。可他们不急着动身，反而在此聊天，就是因为从天而降的压迫感太强，他们都在适应。我不能确保是否有时间限制，但我们眼前所面对的不是我们群体的考验，而是个人的考验。因此我建议，若是准备好的，可以动身了。楚风说道。我说兄弟，你先去吧，我等下就来找你。王强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知道王强还没准备好，于是看向仙海少羽，我还需要适应一下。仙海少羽笑道。楚风你先去吧。仙喵喵也是说道。这么快就适应了吗？真是妖孽也分3、6、9等，不服不行啊。楚风，你的9天之巅第一，我是一点都不嫉妒。风铃面带笑容，发出悦耳声音。他自认为天赋不弱，可这个压迫确实太强，他目前也未能适应。但大家都明白，楚风既然说这句话了，显然是他已经适应了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来到了楚风身旁。大哥哥，我准备好了。小鱼儿甜甜的笑道。原来有2个高阶妖孽。风铃摊了摊手。清玄天外传1，在大约1万年前的九州星号星号之上，修武这个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陌生，因为此时掌握修武法诀的人是不会轻易将修武之法传给外人的，所以此时在九州星号星号中修武者很少，只有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建、清9个世家懂得最纯正的修武之法。9个世家将九州星号星号分为9个领地，各自统领一处，并且以其姓氏为其统治之地命名，而九州星号星号之名也是由此而来。9大世家在九州星号星号的统治力毋庸置疑，而世人因不懂修武之法，便觉得那些掌握神奇力量的9大世家之人乃是从天而降的仙人，于是称他们将9大仙族分为神灵。虽然九州星号星号上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修武之道，可也有一小部分人在一些机缘巧合下顿悟到了一点修武之道之皮毛，这群人被称为修仙者，他们的目标便是成为真正的仙人。而这些修仙者的实力虽然无法与9大世家相比，可他们却也有着寻常百姓望尘莫及的实力，因此那群修仙者也是星号百姓所崇拜与敬重的对象。而修仙者也分成了多个势力，在元州境内公认的最强的修仙者势力便是降妖派。降妖派在整个元州境内众多修仙者势力中乃是人数较少的，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元州境内众多追仙势力中最强的一股势力，乃是因为他们的首领实力很强，虽然无法与9大世家那群真正的高手相比，可在修仙者中绝对是佼佼者。而眼下降妖派的掌门以及降妖派的精英皆是出现在了落花城中，这自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。此时落花城内一间客栈外人山人海，此处已被城中的百姓围得水泄不通，因为那降妖派的精锐就在这客栈之外。这些人身穿白色长袍，身负玄铁黑剑，不仅气势不凡，更是正义凛然，一眼望去的确不凡，倒真有着几分仙风道骨之意。眼下他们整齐的将这客栈星号如同护卫一般守护在此处，只是那降妖派的掌门却不在其中，因为那降妖派的掌门在客栈之内。这种情况下，百姓们满面遗憾，毕竟他们最想见到的可就是这降妖派的掌门啊。而看着这满城百姓如此渴望见到他们的掌门，又听到百姓们对他们的评价，这群降妖派成员的脸上也是不由得涌现出了一抹骄傲之色，毕竟他们的掌门便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。可是无论是这满城的百姓还是这降妖派的精锐，都不会想到他们眼中的那实力极强已经无限接近仙人的降妖派掌门，此刻却是跪在了那客栈之中。他跪在一名中年男子面前，这名男子两鬓斑白，气宇不凡，正在神情自若的饮茶。哪怕降妖派掌门这种大人物跪在他的面前，他也没有一丝的波澜。这件事我不会插手的，你走吧。一口茶后，中年男子淡淡的说道。大人，此事关乎我元州百姓安危，我派很难应对，而对您来说却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求您了，求您出手相助，为民除害。降妖派掌门卑微的祈求道。此乃元州境内，为何不去找袁家的人？中年男子问道。找过了，只是大人您是知道的，袁家乃是修仙正统，根本不将我们这群人放在眼里。降妖派掌门说道。已经告诉过你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修仙，而是修武。我也罢，你也罢，皆是修武者，而不是什么修仙者。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所谓的仙人。中年男子纠正道。是我不对，未能记住大人的话，只是大人能够在此遇见您乃是天意，大人一定要帮我们。降妖派掌门请求道。我不会帮你的，你走吧。中年男子挥了挥手。此刻降妖派眼中先满是犹豫，随后涌现出了一抹决意，鼓足勇气道。大人，难道您真的是百姓死活于不顾，任凭妖人滥杀无辜吗？放肆！中年男子动怒，一声怒喝，这房中桌椅尽碎。见此一幕，那降妖派掌门也是吓得趴在地上，不敢再动。李狗子，你莫要忘记，你的修武之法是谁传授于你？中年男子的口中的李狗子正是降妖派掌门的本名，只是这个名字所知者却是甚少。我知本事乃是大人传授，大人之恩我此生不敢忘。降妖派掌门说道。你便是这样与恩人说话的？中年男子问道。是我鲁莽了，大人莫怪，我这就离开，也绝不会将大人在此的消息传出去。降妖派掌门师以跪拜大礼后，这才起身欲要离去。等一下！中年男子忽然道。听得此话，降妖派赶忙止步。李狗子，送你一句话，你需要好好想一想，为何元州境内的事袁家不管？中年男子此话说完，挥了挥手，而降妖派掌门则是再度施以大礼后，
才转身离去。降妖派掌门带着降妖派众人离去后，百姓们则是风一样的涌进客栈，翻遍客栈的各个角落。这些人是想寻得修仙的契机，只是他们不仅契机没寻到，连那名中年男子也是没有寻到。原来那名中年男子早就离开这落花城，并且还快了降妖派一步。眼下中年男子正缓步地行走在平原之上，只是他的步伐明明很是缓慢，可是行走的速度却是极快，哪怕世间最快的马也是不及他1/10。而最令人惊讶的是，在这男子旁边竟有一个男孩，这男孩大概10岁左右，皮肤白皙，长相也是颇为清秀，说他是女孩子也有人信。就是这样一个孩子，他竟可以与那中年男子并排而行，不靠中年男子帮助，而是自己行走，其速度竟丝毫不弱于那中年男子，宛如一道疾风，在这平原之上快速飞掠着。倘若世间有仙，那这个男孩更像是仙。客户端番外，清玄天外传2。这个男孩也的确身份立傲的，乃是9大世家之一，清家家主之子，名为清玄天。玄天，你为何断定在这元州境内出现的妖人与袁家有关？中年男子对清玄天问道。原来对降妖派掌门那句提醒，并非是中年男子的猜测，而是清玄天的猜测而已。清玄天说道。他很是平静，甚至有些冷漠，并且虽然面容稚嫩，可是他的神态眼神之中却并没有孩子的青涩与天真，有的竟是深不可测。而面对这样的清玄天，中年男子只是淡淡一笑。他可是清玄天的叔叔，是从小看着清玄天长大的。清玄天从出生便异于寻常人，所以他很清楚，眼前这个还不到11岁的男孩根本不能与同龄人的孩子去比较，因为这是一个天才，一个真正的天才。叔，你回去吧。忽然清玄天说道。只是听得此话，中年男子却是一愣，随后问道。玄天，你说什么？叔，你回去吧，这个东西我自己来处理。清玄天说道。玄天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叫我带你来此，难道不是要我保护你吗？中年男子问道。并不是，我与叔叔说此事是想让叔叔带我出城，毕竟我自己的话，我父亲是不会放我出来的。清玄天说道。听到这里，中年男子知道了，原来清玄天只是利用他的身份出城而已。可中年男子并没有丝毫怪罪之意，反而颇为担心的道。玄天，可是你此行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了，那物乃是传说之物，倘若它真的存在，那可是极其危险的，你一个人前去，我怎能放心？叔叔得罪了。清玄天说道。听得此话，中年男子目露不解，不明白清玄天为何说这样的话。就在下一刻，清玄天忽然出手了，他的一张小手正对着中年男子的肩膀便拍了过去。他的小手看上去是如此的稚嫩，与寻常的孩子没有区别，只是此刻他这只小手之中推出，连空气都在剧烈颤抖，甚至就连中年男子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丝惊恐。面对清玄天的攻势，中年男子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只见其脚下一道狂风卷起，其速度变得极快，只见其脚步向后一踏，身形便侧转开来，清玄天正面一掌便被中年男子躲了过去。然而当中年男子躲过此掌之后，只见清玄天手腕一转，那手掌便向中年男子横扫人去。这一次速度更快，中年男子根本来不及闪躲，砰的一声，中年男子便被轰出数米之外。玄天，你……中年男子倒在地上，用手捂着肩膀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清玄天。叔叔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要如何保护我？清玄天问道。哈哈，玄天，真是想不到，你竟然快我一步，踏入了玄武境，真是天要兴我清家，是老天要我清家崛起啊！中年男子忽然兴奋地大笑起来，他乃是元武9重，在这个境界已有5年，一直未能突破。而据他所知，清玄天半年之前还是元武5重，可是现在清玄天已经不在元武境，他已经踏入了玄武境。要知道，清玄天还不到11岁啊，正常人要在10岁才能开始修武，11岁绝不可能踏入玄武境，能够达到灵武3重就已经很是了得了。但是清玄天却踏入了连他都无法踏入的玄武境，这是何等的天才，这简直就是超乎想象，是传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的事。玄天啊，你是何时踏入的玄武境啊？中年男子来到清玄天面前，很是兴奋地询问道。也是刚刚踏入的。清玄天淡淡地说道，他依旧很是冷漠，就仿佛眼前的男子不是他的亲人。面对这样冷漠的清玄天，中年男子倒是有些没有一丝责怪。清玄天从小便是如此，除了他的父母，对待其他人都是这样冷漠，他早就习惯了。叔叔，你回去吧，这件事我想自己处理。清玄天说道。只是你若出现了3长2短，我无法向你父亲交代啊。中年男子说道。那我便只能甩开你了。清玄天此话说完，便立刻转身，随后快速地向前方奔跑而去。这一次，清玄天的脚下竟然出现了道道雷电，而他的速度也是快得如同闪电一般，在这平原之上一闪而过，寻常人根本都看不到他的踪影。见此情形，中年男子赶忙抬腿便追，他的双腿之上皆是缠绕着道道旋风，这是一种身法武技，能够提升速度，也是中年男子所掌握的最厉害的身法武技。他是想追上清玄天，他也必须要追上清玄天，否则他真的怕清玄天出现意外。不管如何天才，可是清玄天终究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只是奈何他根本就追不上清玄天，反而被清玄天越甩越远。终于他连清玄天的气息都感受不到了，至于清玄天的踪影更是无迹可寻。这孩子怎让人如此不省心啊！此刻中年男子满面惆怅，清玄天之天赋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乃是亲家崛起之希望所在。若是清玄天出现意外，他怕是死都无法得到亲家人的原谅。希望那个传说是假的，那传说之物并不存在。中年男子低声说道。此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那传说是假的，因为倘若那传说之物真的存在，那么清玄天独自一人前去，当真很是危险。清玄天外传3
传说天赐神体降临之时会释放出异象，那异象也具有强大之力量。异象过后，大部分力量会回到主人体内，但是其中一部分力量会散落人间。若这力量消散，便也罢了；可若这力量不消散，会凝聚成物，甚至拥有自主的意识，可以进行修炼。久而久之，成为独立的生命体，可化为人。此物名为天赐灵物。天赐神体的力量很强，可能够发挥多少，却全凭主人的修为强弱。可天赐灵物则是不同，哪怕它只是天赐神力极其微小的一部分，可只要它从天赐神力分离而出，形成独立的生命体，那么它所掌握的力量也是极其恐怖的。清玄天要找的便是天赐灵物，正因如此，清玄天的叔叔才会如此的不放心。清玄天的叔叔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赐灵物的传说是假的，可是清玄天很清楚，这个传说乃是真的。眼下清玄天来到了一片丛林之中，丛林深处有着一片湖泊，这湖泊不是很大，但是这湖水竟是金色的。清玄天一路寻到此处，靠的可不是什么地图，而是直觉，因为藏在此处的天赐灵物便是从清玄天的天赐神力中分离而出。哪怕现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体，但清玄天却还是能够感受到它。忽然清玄天跃入了水中，宛如一条蛟龙一般，直入这湖泊深处。落于深处，湖泊已是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清玄天手指一点，这黑暗的湖底竟忽然光芒大盛。此刻也是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在这湖底深处竟然盘踞一物，那是一条龙，一条金灿灿的龙。此刻那条金龙宛如灯笼一般的巨大眼睛也是缓缓睁开，这眼睛睁开，顿时凶芒毕露，而那可怕的目光更是第一时间投向了清玄天。大胆凡人，竟敢打扰本尊休息，真是找死！金龙竟然开口说话，嗓音洪亮，宛如雷鸣。与此同时，盘踞着的金龙身体舒展开来，它的身躯竟长达近100米，乃是真正的庞然大物。它龙尾搅动起来，顿时在这水中掀起了一道磅礴的漩涡，漩涡涌动，强大的吸力便散发开来，这湖泊内的一切都开始顺着那吸力向那金龙奔腾而去。唯有清玄天立于湖中，见此一幕，那金龙原本轻蔑的眼眸之中也是露出惊讶。哼，不过区区天赐灵物，还真以为你是真龙了不成？清玄天说道，你根本不是凡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，不然我撕碎了你！此刻金龙又惊又恐，同时开始质问起来。对于金龙这个问题，清玄天并未回答，而是轻哼一声。下一刻，清玄天意念一动，他的身上便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华，随后竟有4只巨兽自他体内涌现而出。这4只巨兽个个长达100米有余，并且威势极强，简直就是天上神兽，绝非范垒。那是清玄天的天赐神力，4项神力，而这4只巨兽分别是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4兽，就连那金龙也不过是青龙分离而出的一丝力量而已。该死！猛然间，那金龙大吼一声，随后龙尾摆动，张开那血盆大口，便向清玄天吞噬而去。面对吞噬而来的金龙，清玄天则是面色不改，只见其双掌摊开，对着那金龙轰出一股特殊的力量，便自其掌心散发而出，瞬息将金龙笼罩。不，这一刻，那金龙开始发出痛苦的咆哮。原来，当那金龙被那特殊的力量笼罩之后，它的肉身不仅开始缩小，竟然开始分散，化作一道金色的光芒体，落入了清玄天的手中。我已离开了你，自称生命，为何不能放我一条生路？求您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保证不再滥杀无辜了，我保证一定不再滥杀无辜。清玄天手中的金芒传来那金龙求饶的声音，我来收你，可不是因为你滥杀无辜。清玄天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金龙则是一愣，旋即问道，那你是为何？听得此话，向来冷漠的清玄天嘴角竟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，轻声说道，因为你本就是我的，岂能容你在外撒野？话罢，清玄天嘴巴一张，竟直接将那金龙吞入了腹中。啊，不！下一刻，金龙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开始的自清玄天内的腹中传来，只是那叫声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便渐渐消散，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清玄天的体内。此事若是传出去，周围的居民一定感觉不可思议，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个连仙人都敢吃的妖物，今日居然被一个小孩给吃掉了。清玄天外传4。清玄天在这水下待了足足3个时辰之后，那道天赐灵物终于被清玄天所彻底炼化。此刻，清玄天的嘴角不由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天赐灵物一旦拥有自己的生命，那么主人再将其收回且炼化，修为会有所增进。这又是为何清玄天一心想要将其炼化的原因。将其炼化之后，清玄天只感觉体内火热，有着一股力量遍布全身，不断涌动着。至于修为，并未有所增进，但清玄天也并未慌张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将天赐灵物炼化，彻底融合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猛然间，清玄天自水中奔腾而出，落在了这湖面之上。此刻，这湖泊已经不再是金色，湖水很是清澈，但清玄天的面容却是有了隐隐变化，这感觉不太对劲。清玄天皱起了眉头，他忽然意识到，那天赐灵物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那天赐灵物正在对他的身体做着改变，那是正在融合。可是这融合期间，却对让他产生了一种奇特感觉，这种感觉很奇怪，让清玄天有些苦恼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丛林之中忽然传来阵阵轰鸣，清玄天顺声望去，只见丛林方向浓烟滚滚，一棵棵的参天大树正在不断倒塌，有一凶残之物正在向清玄天快速靠近。很快，一只黑色的野猪便自丛林中奔跑而出，但那并不是寻常的野猪，这野猪高达2米，长达5米，2只獠牙宛如2把利剑，劲光芒闪闪，就连眼睛也是血红之色。凶兽！清玄天一眼便认出眼前之物乃是何物，这是凶兽，一种没有情感，只知道杀戮的猛兽。那是，可是紧接着
清玄天看到那凶兽所来的方向，竟又有几道身影出现。降妖派，清玄天从那几人的服饰上一眼便认出，这几人正是先前来找他叔叔帮忙的降妖派的人。那小孩，快闪开！当降妖派的几人看到清玄天之后，顿时神色大变，一边向这个方向跑来，一边挥手，大声的呼喊起来。原来那只凶兽此刻正夹带着阵阵咆哮，便向清玄天狂奔而来。快逃啊！眼见着自己的呼喊之下，清玄天竟然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那些人则更加焦急了，因为眨眼之间，那只凶兽已是来到了清玄天的近前。然而面对那正面袭来的凶兽，清玄天却是轻哼一声，抬起手来，便向那凶兽轰了过去。怎么会？只是当清玄天的手掌按在了那凶兽的头顶之后，他那向来没有波动的眼眸之中，竟然涌现出了一丝惊讶。下一刻，清玄天便倒飞而去，宛如断线的风筝一般，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度之后，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该死的妖物，连孩子也不放过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就在此刻，降妖派的几人终于追赶上了妖物，几人齐心合力之下，又是一番激战，最终一人重伤，3人轻伤，但总归将那凶兽斩杀。太好了，终于除掉了这个食人的妖物。只是可怜了那个孩子，一个小孩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倒霉。斩杀掉凶兽之后，降妖派的几人躺在地上，长舒了一口气，根本就没有去看看清玄天的打算。原来降妖派的这几人年龄也并不大，不过是15、16岁的少年少女。虽然身为降妖派弟子，但却也是少年少女的心性。眼下唯独一名扎着双马尾的少女正在向清玄太南走去。这名少女也是降妖派的弟子，但是她从始至终都没有出手对付凶兽，并且有些奇怪的是，她虽然面容稚嫩，甚至颇为漂亮，可是她的头发竟然是白色，如同老年人的头发一样苍白。此刻少女满脸心疼的走到了清玄天的身旁，一番大量之后，将手放在了清玄天的鼻前。干嘛？清玄天猛然坐起身来，一脸谨慎的看着那名少女。天哪，你没死！他没死！他没死！这个孩子还没死！大家快过来，他还没死！面对一脸冷漠的清玄天，少女并有丝毫的反感，反而是欢呼雀跃的又蹦又跳。什么？没死？不可能！他一个凡人之躯被那妖物击中，先不说撞飞的力度，就算是那个高度落在地上，也绝对会摔死他，怎么可能没死？而听得少女这样一喊，先前与凶兽激战的几名少年少女则是连看都不看少女一眼，自顾自的躺在地上休息，坚定的认为清玄天已经死了。他没死，他真的没死！你们快去救救他吧！少女跑到这几人身旁，推着拉着，想让这几人去替清玄天疗伤。你是疯了吧？他怎么可能？不耐烦之下，这少年少女终于坐起身来，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只是当他们将目光投向清玄天与少女的方向后，却是神色大变，因为他们发现清玄天竟然已经站了起来，正在清扫身上的尘土。天哪，他竟然真的没死！此刻这几名少年少女皆是瞠目结舌，目瞪口呆，眼中布满了震惊之色。清玄天外传5，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怎么可能没死呢？他居然只是受了皮外伤，连骨头都是完好无损，这简直是太幸运了！小子，你的命可真大啊！此时那降妖派的几名弟子除了重伤的还躺在地上，其他人都来到了清玄天的身旁，不停地打量着清玄天，还替清玄天诊治伤势。滚开！清玄天向来不惜有人与他发生接触，更何况是一群他根本就看不起的人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我们可是在为你疗伤。见清玄天如此，那几名降妖派的弟子也不乐意了，唯有最先发现清玄天未死的那个白发少女还在清玄天的身旁，而清玄天也根本就不理会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。现在清玄天很是苦恼，因为凭借他的实力，不可能不是那只凶兽的对手。之所以会这样，那是因为清玄天的力量被封印了，而清玄天也知道原因，是天赐灵物。天赐灵物虽被他炼化，可却还未彻底与其融合，因为天赐灵物的特殊原因，清玄天的力量暂时性被封印了。待得天赐灵物彻底与清玄天融合，他的修为不仅可以恢复，应该还会得以提升。只是清玄天并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时候这天赐灵物才会彻底与他融合。此刻清玄天有些后悔了，后悔将他的叔叔甩开。毕竟此刻的他，除了拥有玄武境强者强硬的身体外，其他方面已是一个普通人。这样的他，行走在这个世界可是有些危险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，顺声观望，又有10几道身影走来。这些人全部都是降妖派的人，只是这10几人中，大部分是少年与少女，只有3名成年人。此刻一名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看着清玄天的方向问道：师尊，我们成功的杀掉了此处食人的妖物。此刻除了白发少女外，其他人全部跑到了那此中年男子的身前。那不过是一只凶兽而已，哪里是此处的妖物啊？那消瘦的男子笑道：不是妖物吗？少年少女似是不愿相信，在此处作乱的妖兽，连元武一中的高手都对付不了，又何况是你们？消瘦的男子说道：全那么厉害？那看来只有师尊可以对付得了那妖兽了。那些降妖派的弟子说道：要知道，这名消瘦的中年男子可是降妖派的分舵主，名为马坤。马坤能够成为降妖派的分舵主，自然也是有着一定的实力的。他可是一位元武2中的高手，而此处的少年少女全部都是他的弟子。至于少年少女的修为，大多数都是灵武1中的境界而已，其中最强的也不过是灵武3重而已。所以他们对马坤这位师尊有着很深的崇拜之情。所以说啊，此处很是凶险，你们不得乱走了，必须跟着我，听见了吗？马坤说道。知道了。少年少女齐声应道。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？马坤问道。随后那几名少年少女便为马坤讲述起来。马坤得知经过，也很是诧异，清玄天竟然能活下来，但是他还是较为担心清玄天的情况，想要去亲自为清玄天诊断一下伤势。谁曾想
就在马坤靠近清玄天之时，清玄天语出惊人，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的话：“你立刻带我去太平城。”清玄天对马坤说道：“若只是如此的话，马坤等人还不会如此难以置信。最重要的是，清玄天是以命令的口吻说的此话，就宛如马坤是他的手下一般。”《清玄天外传》6：大胆小鬼，怎敢与我师尊如此说话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清玄天此话一出，降妖派的弟子便立刻指着清玄天怒吼起来。马坤不仅仅是降妖派的分舵主，更是他们的师尊，在他们的心中，马坤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。眼下居然被一个平民小孩这般命令，他们无法容忍，只是孩子而已，不要吓到他。马坤对自己的弟子说道：“你们不就是降妖派的人吗？”可就在这时，清玄天的话却再度响起：“你知道我们是谁？”听得清玄天此话，降妖派的众人皆是一脸的惊讶。是降妖派的人便对了，立刻带我去太平城。到了太平城，我会给你们奖赏。清玄天说道：“小鬼，你是被那妖物撞傻了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胆敢这样命令我师尊？”降妖派弟子气冲冲地问道：“你降妖派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们不知晓吗？若不是我叔叔传授你降妖派掌门修武之法，你们又岂有今日？”清玄天冷声问道：“这他在说什么？这孩子该不会真的是疯了吧？”此刻莫说降妖派的弟子，就连马坤以及另外2名成年人也是一脸的茫然，因为哪怕是他们也并不知道降妖派掌门的修武之法究竟是从何而的，这是一个秘密，没人知晓。所以听得清玄天这样一说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清玄天是在扯淡。孩子，你的家人呢？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马坤走到清玄天身前问道：“我乃青州清家家主之子，你们带我去太平城，让我与清家之人会合，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”清玄天对马坤说道：“你说你是清家家主之子？”听得此话，众人皆是一愣，别的家族他们可能没听过，但是青州清家他们却都是听过，那可是九州大陆的9大仙族之一呀！哈哈哈，清家家主之子，这么说来，你岂不是仙族的后裔？疯了，疯了！这孩子绝对是疯了，难怪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，搞了半天是个小疯子。短暂的惊讶后，众人开始哄堂大笑，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清玄天的话。此刻，清玄天很想证明自己就是清家家主之子，可是他这个人向来什么都不喜欢携带，所以他身上根本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他是清家的人，甚至因为平时不喜欢华丽的衣衫，他就连穿着也是相对普通，看上去连贵族家的孩子都不像，就别说清家的少爷了。想到这里，清玄天也不再与他们争辩，而是转身便欲离去。等一下，就在这时，那个白发少女忽然抓住了清玄天，放开！清玄天袖子一甩，那女孩竟被清玄天甩了一个大跟头。婉瑜见此一幕，马坤顿时神色一动，随后赶忙上前将那白发少女搀扶了起来。而此刻清玄天也愣住了，他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种感觉他也说不出来，总之让他有点不舒服。其实那是内疚的感觉，清玄天也能感觉到这个白发少女对他不薄，至少在降妖派的人中，这白发少女对他不错，他心中有气，也不该发在少女身上。婉瑜，你可真是丢我们降妖派的人，居然连一个小孩子都能把你甩一个跟头。就在此刻，降妖派的那些少年少女也都走了过来，他们不仅没有担心之意，竟然还冷嘲热讽起来。住口！婉瑜的情况你们清楚，岂能这样说他？马坤愤怒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那些降妖派的弟子则是撇了撇嘴，但却也没有人敢再多说什么。师尊，我没事，只是这个孩子一心想去太平城，想必他家应该就在那里，而我们此去之地似乎距离太平城不是很远，也算同路，不如载他一程吧。白发少女说道。邱婉瑜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此行要去做什么，你居然还想要带一个小疯子跟着我们，你是疯了吗？少女此话一出，立刻遭到了同门弟子的反对与斥责。而此刻，马坤则是看向了那些反对之人，虽然他没有说话，可是那些人却也明白马坤的意思，不再继续多言。也好，马坤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清玄天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若想去太平城，便跟我们走吧。不过我们不能送你到太平城，你要自己行一段路。”说完此话，马坤便挥了挥手道：“走吧。”见此情形，降妖派的弟子则是在分别瞪了那白发少女与清玄天一眼后，便分别跟着马坤而去。没事，别怕，你就跟我们走吧。此刻，白发少女走到了清玄天的身旁，清玄天没有说话，但也没有拒绝，因为清玄天很理智，他知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虽然这群降妖派的人实力很弱，可到底也是修武者，跟着他们走相对安全一些，况且降妖派的人赶路也会快上一些。不过降妖派的人并未立刻启程，而是在这丛林中走了一段时间。清玄天知道他们是想杀此处的妖物，替百姓除害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妖物乃是天赐灵物，已经被清玄天所炼化了。清玄天外传7：天赐灵物已被清玄天所炼化，他们继续寻找也是无果，但清玄天没有说，因为他知道他说了这些人也不会信。好在这些人并未一直寻找，在寻找几日无果之后，便离开此丛林，向太平城的方向行去。但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却并非太平城，而是一座名为雾鬼山的地方。清玄天天资聪慧，虽然这些人并未明说，但是隐隐间清玄天可以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他们此行的目的。之前降妖派掌门偶遇清玄天叔叔，便找到清玄天叔叔，请求清玄天叔叔出手帮助他们灭掉一对妖人。那些妖人也是修武者，只是他们修炼的却是魔功，滥杀无辜，无恶不作。降妖派想要斩杀于他们，但却也没有多大的把握，所以才想清玄天的叔叔出手。当时清玄天便断定此事应该与这元州的霸主袁家有关，所以清玄天便让他叔叔拒绝，毕竟清家不好插手袁家之事。虽然
清玄天的叔叔拒绝了降妖派掌门的请求，但是降妖派掌门显然不打算放弃。心怀天下的降妖派掌门向个分舵发出命令，让他们在特定的日子汇集于雾鬼山下的小镇之中，降妖派要倾全派之力灭掉那些妖人。眼下这马坤正是听从于降妖派掌门之令，才向那雾鬼山而去。而对于那个白发少女，清玄天也是有所了解。这白发少女名为邱婉瑜，原本是马坤众多弟子之中天赋最强者，奈何一次外出任务中，她被异毒物所袭，不仅修为停滞不前，更是无法继续修武，变得非常的虚弱，甚至比寻常人还要虚弱。马坤知道邱婉瑜天赋力傲的，一心想帮她治好伤势，但是马坤的其他弟子不这样认为，他们都觉得邱婉瑜乃是一个拖油瓶，所以都看不起邱婉瑜，希望邱婉瑜走。而之所以这样，其实清玄天也能够理解，他们其实是嫉妒邱婉瑜得到马坤那样的青睐，同时也害怕邱婉瑜伤势真的好转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便真的无法与邱婉瑜相比了。途中，马坤等人听说一方村镇的山林内有妖物作祟，便去为百姓驱妖，唯有邱婉瑜与清玄天留下看守他们赶路所用的急路。这所谓的急路比寻常的路要高大不少，并且速度比千里马都要快，但是因为很难驯服，所以唯有修武者可以驾驭。现在的清玄天修为被封印，无法施展武力，所以他也是无法驾驭急路。一路上都是与邱婉瑜同坐一只急路的，把手伸过来。忽然清玄天对邱婉瑜说道。邱婉瑜有些茫然，不明白清玄天此话何意。你的武力还在，只是身体太弱，所以无法施展武技，也无法挥动武者兵刃。你的伤势应该不重，让我看看，也许可以寻得解救之法。清玄天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邱婉瑜的小眼睛瞪得溜圆，随后嘴角上巧嫣然一笑道：我说小弟弟，你也太可爱了吧。邱婉瑜根本就不相信清玄天所说的话，可下一刻，邱婉瑜那甜美的笑容却忽然凝固了，因为她惊愕地发现清玄天竟主动抓住了她的手腕。清玄天外传8。邱婉瑜很是惊讶，一双美眸瞪得溜圆，但是她却并没有去挣脱，也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清玄天。过了片刻后，清玄天放开了邱婉瑜的手，对其说道：你的毒其实很好驱除，只是外力不行，需要靠你自己。我教你一个法诀，你运用武力施展，自可将你体内的毒驱散开。看清玄天说，一脸认真地说着这些，就好像他真的能够帮自己驱毒一样。邱婉瑜再度笑了，此刻他也觉得清玄天这个小孩可能是脑袋有些问题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反感清玄天，反而觉得清玄天很是可爱。可就在这时，清玄天却捡起一根树枝，随后在地上勾画起来。邱婉瑜越看越是惊讶，因为清玄天所勾画的东西竟然是一个修炼图。清玄天勾画的非常清晰，如他这样的修武者一眼就能看清楚。此刻邱婉瑜看向清玄天的目光开始变化，因为他觉得清玄天此刻所勾画的并不像是随意勾画的东西。你试试吧。清玄天对邱婉瑜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邱婉瑜不知为何竟然真的就盘膝而坐，按照清玄天所勾画的修炼图尝试着修炼了起来。而一番修炼之后，邱婉瑜脸色大喜，随后站起身来便向清玄天冲了过来，但是在清玄天身前却又停止了。你这是从哪学来的？天哪，莫非你真的是清家的人？此刻邱婉瑜有些相信清玄天所说的话了，毕竟除了清家之人，他想不到哪里出来的孩子如此年纪便掌握这样的手段，最重要的是这个修炼之法竟然真的有用。他先前只是修炼了一会而已，便真的感觉自己体内的毒素被驱散出去了一些，若是一直修炼下去的话，他体内的毒素迟早会被彻底驱散。此刻的邱婉瑜真的是又兴奋又震惊，内心如同泛起了滔天巨浪，难以平息下来。我清玄天从不骗人。清玄天说道。清玄天？你叫清玄天吗？邱婉瑜看着清玄天问道。此刻的他已经相信清玄天就是青州的霸主，清家的小少爷了，只是对于哭婉瑜的这个问题，清玄天却并未理会。那我总不能直呼你的名讳吧？你若不介意，我叫你小天可以吗？邱婉瑜问道。清玄天看了邱婉瑜一眼，换做平日里他一定会拒绝，但是此刻看着邱婉瑜，他却有些不忍心拒绝。一路走来，他能够感觉到邱婉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虽然降妖派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，可是这一路上只有邱婉瑜是真的关心他的人，包括那个马坤也不过是一个假惺惺的人罢了。其实马坤也觉得清玄天是个累赘，之所以带着他不过是给邱婉瑜面子罢了。正因见识了真正的人情冷暖，清玄天才觉得邱婉瑜这样的人难能可贵，他才会帮助邱婉瑜。随你吧。最终清玄天淡淡的说道。他居然答应了。小天，想不到你居然这么身份力傲的，那你是怎么去到那丛林里的呢？你的家人呢？像你这样的人物应该有真正的仙人保护的吧？邱婉瑜对清玄天问道。此刻的他对清玄天充满了好奇，也可以说对清家那个仙族充满了好奇。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仙人，你们也罢，我族族人也罢，不过都是修武者。清玄天说道。修武者？邱婉瑜淡淡一笑，随后说道。小天，你真的与众不同，我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个年龄心智如此成熟的孩子，是不是清家的所有人都与你一样啊？你哪里来这么多问题？清玄天瞥了邱婉瑜一眼，这一眼充满了不耐烦，并且有些冰冷。被清玄天这样一看，邱婉瑜不仅吓得闭上了嘴巴，更是吓得身体一颤。先前清玄天的目光是如此的可怕，简直比他见过的最可怕的妖物还要凶狠数倍，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目光，所以此时的他真的被吓到了。清玄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而他又不是有心的，于是有些愧疚的他便将语气变得轻柔了一点，说道：关于我家族的事，不要过问太多，我不喜欢，好吧？邱婉瑜点了点头。另外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去雾鬼山。清玄天说道。为何？邱婉瑜问道。雾鬼山的那些人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以你们的实力去了便是送死。清玄天说道。
你居然知道雾鬼山的事？此刻，邱婉瑜的小脸之上满是吃惊之色。清玄天外传9，小天，你是怎么知道雾鬼山的妖人的？惊讶过后，邱婉瑜的神色变得紧张与慌乱起来。此行目的可是他们的秘密，如今清玄天却知道了，这对他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妙之事，从你们交谈中判断而出的。另外，在几日前，你将妖派的掌门曾找过我叔叔，请我叔叔出手帮你们对付那些人，而我叔叔拒绝了，因为这件事绝对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清玄天说道。不简单？怎么不简单了？邱婉瑜问道。你们口中的妖人背后应该有人为靠山，而那靠山很可能便是袁家。清玄天说道。袁家？不可能，袁家乃是袁州的统治者，他们怎么可能纵容妖人为祸一方？邱婉瑜不愿相信，修武者的世界本来就没那么简单，你以为袁家真的那么高尚？倘若如此，便不会不将修武之法保留，而不传播百姓了。实不相瞒，以我的猜测，这些所谓的妖人便是袁家的傀儡，他们培养这些傀儡，然后猎杀你们这些在袁州境内的非袁家的修武者。那雾鬼山乃是一个陷阱，此次你们前往雾鬼山就是自投罗网。清玄天说道。可是袁家为何要这样对我们呢？邱婉瑜问道。这还不简单，本来袁家是这袁州内唯一的修武者，可是你们的出现对他们产生了威胁。尽管你们的威胁对于袁家而言还很微不足道，但袁家不会让你们这些威胁存在，消除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铲除你们。清玄天说道。听了邱婉瑜的话后，邱婉瑜目若呆鸡，一张小脸竟然变得煞白。这件事情倘若是真的，那么对他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，毕竟在他们的眼中，袁家乃是先族，是真正的仙人。仙人怎么会如此狠辣，做出如同妖魔一般的事？但是清玄天说的似乎有着一定的道理，最主要的是清玄天也是仙族之人，并且他也没有欺骗自己的理由，信我便不要去。另外这件事不要与你师尊他们说。清玄天说道。为何？邱婉瑜问道。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说的，更不会相信我说的。清玄天说道。此刻邱婉瑜心情很是复杂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没过多久，马坤等人便回来了。一路上，邱婉瑜的内心都在做着挣扎，他越来越相信清玄天所说乃是真的，可越是相信，他越想将这件事说出来，因为他实在做不到让自己的师尊和自己的师兄弟前去送死。可是他也觉得清玄天说的很对，自己的师尊是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的，所以他才纠结该不该说出来。而这一纠结竟然就纠结了足足3日的时间。此时马坤一行人停在了一个分叉口，前方有2条路，一条通往雾鬼山，另一条则是通向太平城。孩子，我们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快去与你的家人团聚吧。马坤对清玄天说道。此处到太平城的路途尚远，能否让他送我一程？到时候我会重金道谢，刚好也让他将酬劳带回来。清玄天指着邱婉瑜说道。他这样说其实是想将邱婉瑜带走，不想让邱婉瑜去雾鬼山送死。就你还要给我们酬劳？你真以为你是亲家少爷啊？然而清玄天此话一说，却立即换来了那些少年与少年们的讥讽与嘲笑。对于他们的嘲笑，清玄天早就习以为常，所以根本就未理会，而是再度对马坤问道可否。此刻马坤神色有些变化，其实起初他也觉得清玄天是一个疯孩子，但是经过这几日的相处，他发现清玄天沉默寡言，但是只要他开口说话，逻辑非常清晰，行事风格比寻常的成年人还要稳重，并且有着一定的见识。他渐渐觉得清玄天应该不是一个风言风语之人，就算不是清家的人，很可能也不是寻常出身。所以当自己的弟子都在嘲讽清玄天的时候，他却有些相信清玄天了。虽然只是半信半疑，但他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，反正此次去雾鬼山是要与妖人作战的，带着邱婉瑜其实也没什么用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对邱婉瑜说道。此处到太平城的确还有些距离，这孩子独自回去我也不太放心。婉瑜啊，你就送他去吧，送完他到镇中等我们便好。马坤此话说完，那些少年少女则是很是不满的瞥了清玄天一眼，他们不知晓马坤心中的盘算，还以为马坤真的是同情清玄天才这样做的。但是此刻邱婉瑜却是神色凝重，一语不发。婉瑜，你想什么呢？马坤开口问道。只是马坤开口后，邱婉瑜仍不回答。婉瑜，此刻马坤加重了呼唤的语气。邱婉瑜，你发什么愣？师尊与你说话呢。邱婉瑜，你聋了不成？这一刻马坤的那些弟子不甘了，好不容易抓到欺凌邱婉瑜事迹的他们纷纷对邱婉瑜大吼起来。终于邱婉瑜抬起了头，看向了马坤。但是当邱婉瑜开口之后，马坤在内的所有降妖派之人都是面色一变，因为邱婉瑜说出了一句让他们意想不到的话。师尊，此次雾鬼山之行乃是一个陷阱，我们不能去。邱婉瑜一脸凝重地说道。清玄天外传10。婉瑜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马坤问道。师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那是一个陷阱，我们不能去送死。邱婉瑜说道。真的？那你是从何得知那是一个陷阱的？马坤问道。此刻邱婉瑜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答应过清玄天不告诉他师尊这件事是清玄天所说。是我说的。清玄天忽然开口说道。他看出了邱婉瑜的为难，而他不想让邱婉瑜为难，所以才主动开口。你……马坤瞪了清玄天一眼，但并未多说什么，而是看向了邱婉瑜，大声喝道。婉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今日若不给我说清楚，我绝不轻饶于你。马坤此刻是真的生气了，毕竟他们前往雾鬼山的事乃是一个秘密，不得外显。可是现在清玄天居然知道了。马坤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是邱婉瑜告知清玄天的。事到如今，邱婉瑜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如实说出实情的经过。听了邱婉瑜的一番解释之后，原本暴怒的马坤反而变得平静下来，但他只是表面平静，在那平静的面容之下隐藏的却是狂风暴雨。他来到清玄天身前，
随后大袖一挥，只听锵的一声，他身后的长剑便抽了出来，且指向了清玄天。我说你怎么如此不正常，与寻常孩子不同，搞了半天你是妖人。马坤指着清玄天说道。妖人？清玄天先是茫然失措，但很快嘴角掀起一抹笑意，那是讽刺的笑意道：愚钝，师尊，小天他怎么可能是妖人？他若是妖人，怎么可能对我说这些？此时邱婉瑜也是赶忙来到清玄天身前，将其挡在身后，生怕他的师尊对清玄天出手。他小小年纪岂会知道这么多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孩子，而是一个妖人伪装而成的。我说呢，一个孩子怎么跑到那丛林之中？一个孩子怎能如此冷静沉着？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马坤看着清玄天咬牙切齿地说道。他此刻居然坚信清玄天真的是妖人，这倒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清玄天的所作所为的确很不正常。不会的，他若是妖人，那我们岂会安然地走到这里？邱婉瑜说道。他实力不够，所以才妖言惑众，蛊惑我们不要去雾鬼山。马坤说道。不是的，小天绝对不可能是妖人，他是清家的人，所以他才懂得这么多。师尊我也说了，之前我派掌门曾去找过小天的叔叔，请他出手帮忙，所以小天他才知道这些的。邱婉瑜极力的解释。婉瑜，你可真是愚钝，你居然真的相信他是清家的少爷，你居然相信他所说的话。马坤越发的愤怒。师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小天教会我一个修炼之法，那修炼之法可以将我体内之毒驱散开来，他若不是清家之人，怎能知晓如此玄妙的功法？邱婉瑜说道。这么说来，你体内的毒已经驱散了？马坤问道。还没，但是给我一些时日，定可彻底驱除。邱婉瑜说道。婉瑜呀婉瑜，想不到你为了保护这个妖人，居然连这种荒都撒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马坤越发的愤怒，他已经完全不相信邱婉瑜的话了。师尊，邱婉瑜已经被这妖人蛊惑，依我看，一起杀了吧。此刻有一位少女站了出来，对师尊，将他们杀了吧，免得他们将我们攻打雾鬼山的消息传出去。在此之后，马坤的其他弟子也是纷纷开口说道，他们都恨不得邱婉瑜去死，而此次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马坤虽然很是生气，可是若真的杀掉邱婉瑜，他还是有些不舍。最终他大袖一挥，冷喝道：绑起来！师尊，绑谁？有人问道。全都绑起来，带到妖人那里与他们对峙。马坤说道。他此话说完，降妖派的人便真的将马坤与邱婉瑜一同绑了起来。将他们二人绑起来之后，马坤等人便继续向雾鬼山集结。邱婉瑜也不再多说，他忽然意识到清玄天说的是对的，他说了也不会有人信他。小天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你的话。邱婉瑜此刻满面泪花，哭的就像是一个泪人一样，他很是愧疚，他觉得是因为他才把清玄天连累了。而看着这样的邱婉瑜，清玄天又岂会责怪他，而是以安慰的口吻说道：这件事不怪你，要怪只怪他们太过愚钝，不过你也别慌，也许来得及。小天，你是说什么来得及？邱婉瑜问道。没什么，清玄天并未多说，因为他也不能确定，他隐隐感觉到他体内的天赐灵物就要彻底融合了，那个时候清玄天的修为将会恢复，所以清玄天根本无需与马坤他们多说什么，待得他修为恢复之后，他的实力会说明一切。只是清玄天虽然感觉大，天赐领悟就快与他的身体彻底融合，可他却也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，也无法确定到底还来不来得及。清玄天外传11，马坤带着降妖派分舵之人来到了那座小镇，却发现因为情况有变，降妖派掌门以及其他分舵主已经提前行动，向那些妖人的老巢攻去，只留下了一个弟子来转告他们，让他们到达后立刻按照地图前往妖人老巢。增援掌门得知这个情况，马坤自然没有犹豫，率领分舵之人赶往了那妖人老巢。只是当他们抵达之时，所见到的一幕却让马坤等人大为心惊。大战已经结束了，地势布满了残兵与鲜血，还有他降妖派同门的尸体。降妖派死伤惨重，那些少年少女，那些降妖派精心挑选的继承者，一个个的躺在地上，皆是没了呼吸，并且轻者断手断脚，重者面目全非，尸首分离，竟然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。不仅是这些弟子，就连降妖派的精锐也是死伤大半。此刻只有几个人还活着，那是降妖派的掌门人以及几个分舵的舵主。只是这几位平日高高在上，嚷嚷着为民除害的降妖派掌门以及分舵主，此刻竟然全部跪在地上，跪在了一群身穿黑色长袍之人的面前。又来了一群送死的。黑袍人中发出了讽刺的声音：快走！就在此刻，降妖派掌门发出了一声怒吼。其实眼见不妙，马坤便心生退意，只是面对掌门被擒的局面，他又犹豫了，逃得掉吗？然而就在这时，几道黑色的身影却是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，那正是此处的妖人。你们！此刻马坤满面惊恐，他好歹也是元武二众的高手，可是他却根本看不清那几位妖人的动作，这说明那妖人的实力完全在他之上，是他所不能敌的存在。其实此处妖人的数量并不多，总共才12人而已，比他降妖派不知少了多少。可是这些妖人却个个毫发无损。起初马坤还不解，但是他现在知道了，这些妖人乃是个个都身怀绝技之辈，难怪他们不是妖人的对手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马坤开口问道。他也不知道他为何会问出这样一句话，居然下意识的觉得这些妖人的来头并不简单。哈哈，问得好，这句话问得好，想不到你们降妖派最后总算来了个明白人。也好，反正你们都是要死，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话罢，妖人大袖一挥，竟纷纷将身上的黑袍扯了下来。他们不仅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容，他们更是穿着相同的服饰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腰间还挂着相同的令牌，那令牌上面写着2个大字：袁家。你们是袁家的人。此刻莫说马坤，就连降妖派掌门以及降妖派的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。
眼中充斥着震惊、茫然、不解以及恐惧的复杂目光。这也不能怪他们，只能说袁家的身份与妖人本该是敌对才是，谁能够想到妖人竟然就是袁家之人？不明白吗？没关系，我就让你们死得明明白白。这袁州乃我袁家所统治，而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竟然四处传播修武之法。若这袁州之人皆可修武，那我袁家地位势必要被撼动。所以你们这些人，我袁家岂能留下？袁家12人中，一位黑发老者说道：“你们！”此刻降妖派掌门以及几位分舵主一脸的愤怒与不甘。那位掌门忽然想到，当日亲家高人所对他说的话：“李狗子，送你一句话，你需要好好想一想，为何袁州境内的事，袁家不管。”当初降妖派掌门并未多想，但是今日他终于恍然大悟，也终于知道为何那位高人不插手这件事了。一时之间悔恨万分。他若早听高人的话，也不会害得降妖派全军覆没。但若说悔恨，最悔恨的却要数分舵主马坤。他此刻不由得看向了清玄天和邱婉瑜，眼中充满惭愧与悔恨。原来清玄天所说的是真的，可是他不仅不信，还错怪了清玄天。好了，该知道的你们也都知道了。话到此处，那位袁家的老者挥了挥手道：“送他们上路吧。”枪！就在此刻，袁家那剩下的11人同时拔出了腰间的利刃。武者有所为而有所不为，尔等不配为武者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：“等一下！”此刻，那位老者忽然高喝一声，而袁家的人也都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此时，不仅袁家之人向那声音投了过去，就连那位老者也将目光投了过去，并且在那老者眼中还涌现着一抹浓浓的金色。因为这句话不是降妖派掌门说的，也不是降妖派分舵主说的，甚至不是降妖派的人说的，那竟然是一个孩子说的。而说出此话的，自然便是清玄天。此刻清玄天依旧被绳索捆绑，但他却已然站起身来，面容平静地看着袁家的老者。你是谁？袁家老者问道。他是清家的少爷。还不待清玄天回答，马坤便抢着说了。清家的人听得此话，袁家老者以及袁家众人皆是神色一动。他的确是清家的少爷，你们不可杀他，也不可杀我们，因为清家之人知道他与我们在一起，也知道妖人与你袁家有关。若是我们出现三长两短，清家绝对不会放过你袁家。马坤开口说道。清家之人，你当真是清家之人？袁家老者谨慎地问道。他一眼就看出清玄天与寻常孩子不同，而当提及清家少爷这4个字后，他立刻就有些相信了，因为他可是得知10年前这九州大陆虚空之上天现异象，有天赐神体从天而降。后来袁家也是得知，那正是清家家主之子。莫非眼前的这个少爷正是清家家主之子？倘若他真是清家家主之子，那他可真是动不得。清玄天外传12。其实清家原本的实力与他袁家相差不多，在9大世家之中算是偏弱的，但是自从清家降临了那个孩子，清家4世得到了上天的照顾，青州境内不断发现修炼资源，清家整体的实力也在是短时间之内开始快速的增进。前2年清家更是与唐家发生了摩擦，而那场摩擦竟然是以唐家道歉而告终，唐家居然向清家认输了。要知道唐家可是9大世家之中较强的一个，而连唐家都不是清家的对手，他袁家自然就更不是清家的对手了，所以袁家老者才会如此的犹豫。袁家老者的犹豫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马坤以及降妖派掌门都如同见到了希望一般，心中涌现出了一丝侥幸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真的要躲过一劫。我是不是清家之人不重要，你们只需要清楚一件事即可。清玄天说道。可是袁家老者问道。我叫清玄天，将是终结尔等性命之人。清玄天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马坤等人顿时一脸的复杂，他们暗骂清玄天太不知好歹了，就算他身份特殊，对方忌惮于他，可也应该好言相说才是。他这样开口就威胁对方性命，那傻子才会放他走啊。若是真的放他走了，那岂不是放虎归山？清玄天，还真的是你，你便是那个天赐神体。是不是天赐神体都是如此的自命不凡，不过区区10岁的孩子就胆敢威胁我等。本来我还想着饶你一命，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你清家因你而崛起，也将因你而灭亡。你死了，你清家必定衰败，所以今日我要你死。袁家老者说完此话，便身形一纵，竟手持兵刃向清玄天飞掠而来。见此一幕，那些少年少女都是吓得闭上了眼睛，而马坤与降妖派掌门等人也是扭过了头，他们都不忍看到清玄天惨死的一幕。可就在下一刻，一声惨叫传来后，所有人竟都将目光投向了清玄天，因为他们发现那声惨叫并不是清玄天的，更像是那位老者的。定目一看，人们皆是神色大变。清玄天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，只是那捆绑他的绳索竟然碎裂地散在了地上。而再看袁家那位老者，他砍向清玄天的刀刃已经飞落而出，落在了30米之外。最重要的是，那手还握在刀刃之上，老者是整条手臂一起飞了出去，他的手臂竟然断掉了。你是什么妖怪？袁家老者一只手捂着断臂的伤口，满面惊慌地看着清玄天，就如同看待妖魔一般，满眼的恐惧。而清玄天则不理会于他，而是摊手一抓，地上便有11片落叶飞了过去，随着他的手掌飘动旋转，下一刻清玄天大袖一挥，那11片落叶便分别飞向了袁家的另外11人。猛然间，马坤的那些弟子，那些嘲讽欺凌清玄天的少年少女发出了惊恐的尖叫，不仅是他们害怕了，包括马坤以及降妖派的掌门也都是满面惊恐。袁家的11人还站在原地，可是他们的头颅竟然全都落在了地上，是那落叶，他们竟被那落叶斩断了头颅。你妖怪！此刻袁家老者连连倒退，随后突然转身施展出身法武技，快速的向远处逃遁而去。他的速度很快，眨眼间已经逃到100米之外，身影也是越来越远。但是清玄天
却是不急不躁，随手一抓，又一片落叶落入手中。他手指轻弹，那落叶便化作一道流光，向袁家老者逃跑的方向飞掠而去。只见一道血光冲天而起，袁家的那位老者也是头颅落地。这一刻，莫说其他人，就连邱婉瑜看向清玄天的目光之中，也是充满了惧怕之色。而连邱婉瑜都是如此，那些嘲讽清玄天的少年少女，一个个的不仅脸色苍白，更是瑟瑟发抖，甚至有几个不争气的，竟然连裤裆都湿了一片。有几个少女也是被吓得泪流满面，害怕，实在太可怕了。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孩，简直比袁家的那些人还要可怕。真是想不到，这位公子竟然便是亲家的少爷，多谢公子相救，真是多谢公子相救啊！降妖派掌门以及降妖派的分舵主都是来到清玄天身前，不停的道谢，就连马坤也不例外。不必假惺惺的，因为我今日出手，并不是为了救你们。清玄天冷漠的说道。说完此话，他看向了邱婉瑜一眼，随后对降妖派掌门说道：袁州你们待不下去了，去我青州境内吧，保证没人会敢动你们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降妖派掌门以及几位分舵主同时施以跪拜大礼，要谢便谢他吧。清玄天再度看向了邱婉瑜，婉瑜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还不快谢谢亲家少爷？马坤以命令的语气说道。闭嘴！忽然，清玄天冲着马坤大喝一声，这一声怒喝，山林都是一震，那马坤更是吓得赶忙趴在地上，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。清玄天将手指向邱婉瑜，看着降妖派的人，以命令的口吻喝道：降妖派的人都听好了，从今日起必须善待于他，若是让我知晓你们还有人敢欺凌于他的话，我保证我会让你们比袁家这些人悲惨百倍。话罢，清玄天便转身离去，只留下降妖派这些满脸错愕又胆战心惊的众人。清玄天离开后，前往了太平城，在那里的确有清家之人，但清玄天没想到的是，那个被他甩开的叔叔竟然也到了太平城。家人会合，便立刻向青州返回。小天，途中，清玄天的叔叔忽然开口：叔，怎么了？清玄天回头问道，态度平和，甚至嘴角还挂着淡淡笑意，这与之前冷漠的他简直天差的别。此刻，清玄天的叔叔也是笑了笑，问道：小天，分开这几日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叔为何这样问？清玄天反问道。没事，没事。清玄天的叔叔摇了摇头，可是脸上的笑容却是越来越浓了。分开短短几日，再度于太平城看到清玄天后，清玄天的变化，每个人都感受得到。虽然不知究竟为何，但清玄天这样的改变，却是让他非常的欣喜。现在的清玄天更像是他的家人。